众所周知，在斗罗大陆，一个人的武魂天赋如何，基本全看父母遗传。而我父亲的武魂是鱼叉，母亲的武魂是土狗，两个妥妥的下水道级别废武魂。毫不夸张地说，哥哥能有先天一级魂力，甚至算得上祖坟冒青烟。毕竟斗罗大陆的人口数以亿计，魂师加在一起恐怕还不到10万。不出意外的话，我大概率会继承父母一方的武魂。此时6颗觉醒石爆发出刺眼金光，耀眼的光柱瞬间冲破木屋顶，我只觉体内涌出狂暴力量。我猛然摊开右手，一把冷冽霸气的奇特兵器凭空凝聚，刀头3尖双刃，隐有银电游走。这竟是二郎神的神兵3尖2刃刀。我甚至察觉到武魂深处还藏着秘密，可还没等我细看，站在觉醒阵外面的执事已经上前，双眼死死盯着那把神兵。这是顶级武魂。执事瞬间换上一副和煦的笑容：“孩子，快测测魂力。”可我却并未立刻接触水晶球。为了改善家里的生活，我并不打算隐瞒自己是双生武魂的天才。我面带无辜的缓缓抬起左手：“大人，我好像还有一个武魂。”执事的笑容瞬间僵死在脸上，惊愕的下巴都快砸到了地上。我毫不掩饰，直接召唤出第2武魂，随后伴随一道白光闪过，我的身旁出现了一条短毛白犬，它摇晃着尾巴，脑袋在我腿上不停蹭来蹭去。执事见状，眼底的狂热瞬间凉了大半。无法附体的离体兽武魂在界内公认是垃圾，执事不想打击我，果断转移了话题，让我测试魂力。但我也没对执事解释太多，毕竟哮天犬的恐怖岂是凡夫俗子能看透。我随手将掌心按向测试水晶，手掌触碰的刹那，刺目的湛蓝强光从水晶内部轰然炸裂，狂暴的魂力将整间屋子照得宛如白昼。执事被这股恐怖的波动震得双腿发软，他死死盯着流转的光芒，嘴唇疯狂哆嗦。这是100年难遇的先天满魂力。他一把抓住我的肩膀：“天才，你叫什么名字？”“杨戬。”执事激动的双眼通红，疯狂抛出重磅诱饵妖技，表示只要我肯加入武魂殿，教皇亲自帮我解决双生武魂的致命隐患，而且我全家都能立刻搬进主城享清福。我毫不犹豫的点头答应。即便因为熟读原著，我知道武魂殿最终会被唐佛祖推翻，但武魂殿帮助自己觉醒了武魂，做人不能忘恩负义。再说了，我这2个武魂的强度都称得上一天。我有自信碾压史莱克7怪，就是不太清楚现在具体是什么时间段。想到这里，我露出小孩子的好奇表情：“叔叔，你刚才说教皇大人很厉害，具体有多厉害？”执事闻言淡淡一笑：“教皇大人不仅是双生武魂的封号斗罗，还是武魂殿历史上最年轻的教皇，而今年刚好是教皇大人执政的第6年。”得知比比东才刚刚执政6年，我的嘴角瞬间压不住。这意味着唐三现在也就6岁。如果在唐三还没发育起来，蓝银草也还没觉醒成蓝银皇的时候，我还拿捏不了这家伙的话，不如干脆找块豆腐撞死。办妥一切的执事表示过几天来接我，便迫不及待返回武魂殿。深夜后山，我再次召唤出3尖2刃刀，感受着这口神兵之中无时无刻向我传递信息的某样东西，我直接将意识探入，一枚篆刻着玄妙经文的白色玉简赫然映入眼帘。还在疑惑玉简是什么玩意，下一秒玉简就化作流光，直接钻入了我的脑子。我原地蹦起，8九玄功，洪荒世界最顶级的炼体功法，哪怕是阉割版放在斗罗大陆，也绝对是降维打击。法天象地，金刚不坏，72变，有这等逆天功法在手，唐三算个什么东西？我压下激动，重新审视手中的神兵，意念一动，原本玩具大小的兵器瞬间暴涨至3米，沉重的刀身轰的一声砸进泥土，砸出一个深坑，保守估计至少重达500斤。可当我试探性的握住刀柄时，这把能砸穿地面的神兵竟轻如鸿毛，举重若轻。我忍不住狂笑出声。这把武器只有我用起来才没有任何重量，但在敌人眼里，这绝对是足以致命的毁灭打击。只要加上魂环不断进化，这把武器迟早能突破斗罗大陆的位面极限。我收起神兵后，再次心念微动，哮天犬在白光中悄然现身。还没等我开口询问，哮天犬口吐人言，直呼主人。不过我并不意外，毕竟这可是真正的神兽，说话不过是基本操作罢了。但我还是勒令哮天犬在外人面前绝不能开口，不然被发现可是要被抓去切片研究。我通过哮天犬口中得知了他逆天的7大神技，现在的他战力全开，足以戏耍任何魂尊。第一，他的速度快到魂尊都跟不上，魂尊以下被他咬中要害非死即残。更恐怖的是，他不仅能飞行，还能随心所欲变换形态，只要被他记住气味，哪怕相隔千里也无处遁形。最让我头皮发麻的是第7项神技，这神兽竟能自主吞噬日月精华进行修炼，甚至能凭空凝聚出可以无限进化的专属魂环，这预示着我未来的第2武魂极有可能清一色全是100万年级别的神级魂环。我兴奋地揉着哮天犬的脑袋：“不错，你真是太棒了，哮天犬。”哮天犬舒服地躺下，露出肚皮。玩闹片刻后，我收回灵犬，直接盘膝入定，开始运转脑海中的8九玄功。这门顶级功法极为深奥，好在已经直接烙印在我脑中，省去了上百年的参悟之苦。几个小时转瞬即逝，破晓时分，我猛地睁开双眼，满脸都是压抑不住的狂喜。短短1夜，我的肉身强度竟然直接翻倍，太爽了！斗罗大陆的铁律是肉身越强，魂环年限越高。原本我这破身体连100年魂环都扛不住，现在却能轻松拿捏200年、1000年甚至万年，第1环都不再是梦。可惜这阉割版的8九玄功限制太大，10级前只能练第1层，20级前只能练第2层。要是没有这该死的等级限制，我只需闭关苦修20年，管你唐三成不成神，照样踩在脚下。我眼中闪过一丝狠厉，第1魂环干脆直接越级吸收万年魂环。8九玄功不仅淬炼肉身，更能提升神魂，硬扛万年魂兽的灵魂冲击绝对不在话下。至于武魂殿那群老家伙信不信，等我展现出绝对实力，由不得他们。回家的路上，我心中开始思考着未来的计划。只要顺利加入武魂殿，唐三的所有机缘肯定是要提前结伙，冰火2仪眼的先
仙草、外附魂骨八蛛矛、蓝银皇右腿骨，还有小五的魂环和魂骨，必须全部摧毁，彻底挖断唐三的腿。另一边武魂殿内，统一主教乌奇玛将我的事情告诉了比比东。双生武魂4个字顿时让比比东眼前一亮。整个斗罗大陆目前已知的双生武魂只有他自己，我只要不夭折，未来绝对达到绝世斗罗。那他们天赋再好，未来撑死也就95级，离了他难以挑起大旗。而我是个毫无背景的穷苦平民，如果可以让我来他麾下效力，只要略加培养，绝对能打造成一把刺穿长老殿的致命尖刀。比比东满意的对乌奇玛许下奖赏，乌奇玛喜笑颜开的鞠躬转身离开。随后比比东对着暗处下令：鬼魅，你连夜出发威海城，务必将这天才安全带回。阴冷气息一闪而过。3天后，我们3人坐上了执事王和贵带来的豪华马车前往武魂殿。可豪华马车刚驶入威海城，一团黑雾突然拦住前路。王和贵刚想发作，却被甩在脸上的一块漆黑令牌吓破了。那是武魂殿的长老令鬼斗罗。王和贵不知所措，指了指身后的马车。我毫不废话，直接掀开门帘，大步跨出。鬼魅那双冰冷的眸子瞬间锁定了我，10级先天满魂力，确定就是目标。他一把揪住我的肩膀，瞬间消失在原地，只留下王和贵在原地激动的疯狂颤抖。连鬼斗罗都亲自出马，看来小简真的很受总殿重视。很快，鬼魅带我来到了教皇殿内，我面不改色地踏入这座权力的最高殿堂。大殿侧方站着容貌妖冶阴柔的菊斗罗，而正中央的鎏金王座上端坐着风华绝代却散发着骇人威压的教皇比比东。鬼魅拱手行礼，教皇陛下，仁以待导。此时我不卑不亢，拱手行礼。杨戬参见教皇陛下。比比东美眸微眯，透出一丝惊讶。这小孩在封号斗罗面前竟毫无惧色，心性属实不错，气息确实已经达到了10级。释放你的2个武魂给本座看看。我没有犹豫，直接将3尖2刃刀召唤出来。下一秒，3道目光齐刷刷看向了3尖2刃刀。月关摸着下巴啧啧称奇，看外观却有顶级神兵之姿。他饶有兴致地伸出手，想要试试重量以及锋利度。我将3尖2刃刀递了过去，就在月关指尖触碰刀柄的刹那，这位封号斗罗的脸色巨变，身体往前倾斜了些许。这把刀比预想中要重得多，1000斤甚至更重。月关试着挥动2下，刀刃划过之处，隐隐留下一道银白色的残影。好刀，老鬼你也来试试。鬼魅伸手接过，手臂显顿了顿，显然也感受到了这把刀的重量。这把刀足有1300斤重，而且我刚才施加魂力试探，它竟然像深渊一样纹丝不动。2人目光交汇，皆从对方眼中看到了震撼。顶级器武魂的强弱全看承受极限，曾经唯有昊天锤能抗住这种程度的冲击，如今这柄神兵竟在鬼魅的魂力试探下纹丝不动。比比东走下王座，伸出右手，让本座看看。他闭上眼睛，伸出如玉般的手指轻抚刀身，一缕精纯至极的魂力渗入冰刃内部。片刻后，比比东猛地睁开双眼，他压抑着内心翻涌的惊涛骇浪。本座刚才全力试探，竟也没能触及此刀的承受极限。若论品质，这3尖2刃刀绝对不弱于昊天锤。月关和鬼魅闻言同时倒吸一口凉气，不弱于天下第一器武魂，这评价也太高了。可比比东接下来的话更是让2人彻底震惊。严格来说，此刀的潜力远在昊天锤之上。他目光如炬，死死盯着我，而且这把刀会随着魂环附加而增长，但你作为使用者却能不受任何限制的轻松驾驭。我面不改色，点头默认。比比东继续说道：未来若此子成长起来，天下第一器武魂的宝座必将易主。月关与鬼魅拱手道贺，恭喜教皇陛下，此子加入武魂殿，未来天下第一器武魂便是我武魂殿之物。昊天宗那帮缩头乌龟以后只能提醒。比比东脸上终于浮现一丝笑意，他目光落在杨戬身上，眼中多了几分审视和考量。杨戬，将你的第2武魂也召唤出来，让本座看看。我意念一动，左手掌心白光涌动，哮天犬出现在我的脚边，摇着尾巴发出一声清脆的吠叫。原本满心期待的月关微微皱眉，语气中是掩饰不住的失望。竟是离体兽武魂，这种无法附体的玩意根本没法增幅自身，说白了就是养了一只华而不实的宠物。比比东的眼神逐渐恍惚起来，甚至没有检查我第2武魂强度的打算。这样的天才若是第2武魂能强一些，他毫不犹豫就会将其收为亲传弟子，但偏偏是离体兽武魂，这让他每次看见都会想起玉小刚，想起那段不愿回忆的过往。比比东最终只收我为记名弟子，若我这几年的表现能让他满意，届时再正式收我为徒。殊不知这正中我下怀，只有被刻意低估，我才能完美隐藏哮天犬的真正神威。哮天犬的真正能力还是得当做底牌来用，至于记名弟子的身份对我来说已经足够了，有武魂殿的资源支持，有比比东的庇护，我就能快速成长。弟子杨戬拜见老师。我弯腰鞠躬行礼，比比东微微点头，随后便嘱咐我先打磨肉身，并指派月关暂时亲自指导我。安排妥当后，我便跟着月关去往住处，而比比东靠在王座，目光失神。我的存在让他再次想起玉小刚，为求稳妥，他命令鬼魅暗中彻查我的底细身世。而此时的我已随月关来到豪华别院，月关给了我武魂殿最高级冥想法，但月关走后，冥想法却被我随手当成废纸丢在一旁。我根本看不上这种低级货色，再好的冥想法也比不上8-9玄功。我盘膝而坐在床上，直接运转起8-9玄功。就这样一晚上过去了。次日清晨，侍女送来珍贵的百年魂兽肉排，充沛的血气能量让我大呼过瘾。可我刚吃饱喝足，院外就传来了不速之客的脚步声，3道身影出现在院门口。为首的红发少年眼神里充满挑衅与审视，我倒要看看教皇陛下新收的弟子有什么本事。我一眼就认出了这3人：武魂殿黄金一代吴列娜、邪月燕大步流星闯入小院，居高临下，抱着胳膊看向我，命令道：小子，来释放出你的武魂，让我看看到底有没有资格当教皇陛下的弟子。但我却只是慢条斯理地擦了擦嘴，随即抬头反问他是谁。燕脸色有些难看，我叫燕，武魂殿黄金一代的一员，32级魂尊。我淡定的点点头。所以你想怎样？燕看着我这副淡定的样子，更加恼火，直接提出要跟我切磋一场。他承诺不动用魂力和武魂，
他觉得自己这个天才都没能拜师教我，凭什么我这个小鬼能得到教皇的青睐？我听完这话，忍不住笑出了声，直接开口讽刺燕一个13岁的魂尊，居然好意思找我这6岁的孩子比试肉身，哪怕不动用魂力，也是在赤裸裸的欺负人。这番话把燕说的满脸通红，尴尬万分。胡列娜在旁边也忍不住捂嘴偷笑，可这时我却突然话锋一转，答应了挑战。其实我也想试试修炼了8、9玄功的自己，单靠肉身到底能有多强？燕愣在原地，完全没想到我敢应战。他为了面子，赶紧表示允许我使用武魂。随后他看向邪月和胡列娜，你们可都听见了，是他自己要打的。邪月和胡列娜没有阻止，他们也想看我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反正燕已经答应了不动用魂力，他们觉得我最多也就是吃点苦头。燕活动着手腕走到院子中心，他语气嚣张地朝我勾了勾手指，来吧，让你先出手。在他眼里，我不过是个6岁的孩童，能有什么战斗力？我一言不发，步履平稳地走上前去。就在靠近的一瞬间，我身形快如闪电，一记重拳毫无预兆地轰在燕的腹部。刚才还不可一世的燕瞬间疼成了虾米，这恐怖的力量根本不像一个6岁小孩。还没等燕反应过来，我的攻势如狂风暴雨，拳头、膝盖和手肘全都成了杀人利器。这战斗技法让燕根本无法招架，她被打得连连后退。这些攻击手段并非武魂殿所授，而是我在修炼8、9玄功时，身体本能领悟出的一些战斗技法。院子外的胡列娜惊得捂住了嘴巴，邪月的脸色也变得无比凝重，仅凭肉身力量就压制了高等级魂师，这简直违背了两人的认知。院子中央，我一招手刀虚晃直取燕咽喉，燕吓得魂飞魄散，拼命后仰躲开。趁着燕拼命后躲的空隙，又是一记横扫边腿，燕被这一脚踢得横向飞出2步。虽然我占据了上风，但8、9玄功只修炼了几天，年幼的身体已经快要到达极限，这种高强度的爆发终究无法施救。燕也察觉到了这一点，他虽然被打得鼻青脸肿，但毕竟是魂尊，战斗经验远超我。趁着我攻势减缓的间隙，找准破绽，一记重拳砸在我肩上，我整个人被震退数步，不打了，我认输。我揉着发麻的手臂喊了干脆利落，顶着满脸淤青的燕瞬间愣在原地。他堂堂一个32级魂尊，居然被个6岁小孩打得鼻青脸肿。虽然我认输了，但这面子丢的实在太大了。燕气得浑身发抖，一股灼热的气息从他体内爆发出来，脚下2黄1紫3枚魂环升腾而起。胡列娜脸色一变，赶紧上前阻拦：燕，你疯了！说好了不动用武魂和魂力，输不起就别打。这句话像刀子一样狠狠扎进燕的心里，被自己暗恋的女孩当面鄙视，这比当众扇她巴掌还要难受。她恶狠狠地瞪向我，等你获取了第1魂环，我们再来打一场。可我却像看傻子一样瞥了他一眼，理都没理，直接转身走出大院，留下燕在原地气得发抖。看着我离去的背影，胡列娜嘴角不自觉地翘了起来，她眼珠一转，当即迈步追了上去。走出小院，我一边揉着肩膀，一边总结刚才的战斗。自己修炼8、9玄功不过几天，居然能越级吊打魂尊，这门功法的强悍可见一斑。但这副幼小的身体耐力实在太差，爆发过后全身上下只剩下虚脱，必须尽快寻找合适的魂环增强体质。我当即决定去图书馆翻阅资料，却不知暗处的月关早已看傻了眼。仅仅过了1夜，我的身体强度又强了1截。月关不敢耽搁，立刻闪身前往教皇殿。此时的比比东正处理着宗门秘宝，听闻我把燕打成猪头的消息，比比东愣在了王座上。一个6岁孩子没魂环也没动用魂力，居然跨越20多级把32级魂尊给揍了，这简直是斗罗大陆闻所未闻的奇谈。月关如实汇报了我那恐怖的成长速度，比比东的美眸中闪过一丝金光，双生武魂加上先天满魂力，一夜之间身体强度大幅提升。这种100年难遇的绝顶天赋，让他动了收为亲传弟子的念头。可一想到我那只短毛白犬武魂，比比东的脑子里瞬间浮现出玉响狼，想起那段他最不愿回忆的过往，这份膈应让他强行压下了收徒的冲动。与此同时，武魂殿的某条青石路上，我正一脸茫然地站在原地，错综复杂的恢宏建筑让我根本找不着北。可身后突然传来一道清脆的少女音：“喂，小孩！”我回头一看，竟是胡列娜，紧身的修炼服勾勒出极具青春气息的曲线。看着眼前这个清纯又妩媚的绝色少女，两世为人的我都忍不住愣了一瞬。得知我为了找图书馆迷了路，胡列娜扑哧一笑，眼睛弯成了月牙：“走吧，谁让我是你的师姐呢？今天就带你好好认认本。”说完便热络地带着我朝建筑深处走去。我找不到拒绝的理由，只能乖乖跟在后面。胡列那边走边打听我的底细，我没有隐瞒，爆出自己的双生武魂。话音刚落，胡列娜眼睛瞪得溜圆，满脸不可置信。这样的天赋为什么只是记名弟子？遇到这种级别的天才，老师应该直接收为亲传弟子才对。胡列娜心中疑惑，但并未问出口。很快，我们2人穿过回廊，来到了藏书阁。我一进门就彻底扎进了书堆。胡列娜本想跟我这个新来的小师弟多聊几句，可见我看书入了迷，连正眼都不瞧自己，她只能自讨没趣的撇撇嘴。杨姐，隔壁不远就是我的院子，有事随时来找我。我抬起头朝她点了点头道谢，直到夜色彻底吞没窗外的余晖，我才揉着酸涩的眼睛长舒一口气。根据3尖2刃刀重兵器的特性，我根据图鉴上锁定了泰坦巨猿。万年泰坦巨猿的重力天赋与神兵最是契合。试想一下，一刀斩下，重力骤然增加数倍，对手连躲闪都做不到，只能硬抗那上千斤的刀锋。我光是想想都觉得兴奋。接下来的3个月，我的生活变得规律起来，白天在书海中疯狂汲取大陆知识，晚上则雷打不动地淬炼8、9玄功。月关偶尔会现身指点1、2，这种顶级的教导让我获益匪浅。转眼间，玄功第1层已修炼到了圆满。现在的我仅凭肉身就能硬刚魂王，就连精神力也发生了质的飞跃。这等恐怖的体质足以承载万年魂环。一旁的哮天犬更是气息强悍如斯，不仅每天
吞噬日月精华修炼，其实力竟已攀升至3万年魂兽的层次。我握紧双拳，目光看向远方，是时候去猎杀属于我的第一魂环了。于是我找来了月关，让他带我去星斗大森林去猎杀泰坦巨猿。这3个月他隔3差5就会来我，每次都能发现我身体素质的提升，但这种提升速度实在超出了常理。虽然心中震撼，但月关并未多问，只当是顶级武魂带来的逆天体质。就在要出发时，胡列娜气喘吁吁地闯入小院，她精致的小脸上写满了兴奋。听说2人要去星斗大森林猎取魂环，她忙不迭地表示也想跟着去见识一下。月关皱着眉头出言提醒，猎取魂环可不是闹着玩的儿戏。胡列娜赶紧双手合十，连声保证自己绝对会乖乖听话不乱跑。月关沉吟片刻，最终点头默许。胡列娜欢呼一声跳到我身边，好奇地打听我的第一魂环目标。我面无表情地吐出泰坦巨猿4个字。胡列娜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一时间竟不知道该说什么。她求助似的看向旁边的月关，月关却没有任何反驳，只是大手一挥，直接带着我们出发。很快我们便抵达了星斗大森林外围，但我们3人在外围足足转了3天，却始终没能找到心仪的目标。月关身形一闪，跳上大树远眺，随后神情凝重地落回地面。月关语气罕见地变得严肃无比。为了寻找高年限的泰坦巨猿，必须进入核心区，命令我们2人必须紧跟在他身边10步之内，因为深处那些恐怖存在，连他也应付不来。很快，第2天，月关在核心区山谷中央找到了2只泰坦巨猿。只见2只体型庞大的泰坦巨猿正在进食，一只是10000年级别，一只是8000年级别。月关经过一番权衡，看向我，他建议我稳妥起见选择那只8000年，因为10000年魂兽死亡后会释放灵魂冲击，稍有不慎就会被冲击成白痴。但我为了让月关不阻拦我吸收10000年魂环，转移话题说道：“月叔叔，先把这2只畜生全部打残。”月关随即露出赞赏的目光，在他看来，我这是默认选择了那只8000年的泰坦巨猿。于是月关化作一道紫色残影俯冲而下，仅仅1刻钟的时间，2只巨猿便被月关打残倒地哀嚎，剩下了半条命。胡列娜看着地上8000年巨猿，心跳加速，她不敢相信局长老真要让小师弟挑战极限。而月关走到我身边，严肃地叮嘱：“8000年第一魂环是前所未有的疯狂尝试，但我现在的身体强度值得一试。可如果中途发生意外，它会强行中断吸收。”胡列娜终于忍不住了：“局长老，第一魂环就选8000年，简直就是自寻死路。”她死死抓住我的肩膀，想要阻止这种疯子行为。然而我却打断了她的劝阻：“师姐，相信我。”我说完便朝着被束缚的2只泰坦巨猿走去。胡列娜还想要拉住我，却被月关拦住了。我站在2只泰坦巨猿面前，右手一翻，3尖2刃刀出现在掌中，双手握住刀柄，对准公猿的眼睛，狠狠刺了下去。锋利的刀刃瞬间绞碎了巨猿的大脑，庞大的身躯抽搐几下后彻底断气，一股磅礴的能量从巨猿尸体上涌出，一枚漆黑的魂环在半空缓缓凝聚。我迅速就地盘腿坐下，开始运转魂力吸收魂环。月关见状吓得脸色惨白，失声惊叫，身形一闪便到了我面前，想要强行切断这自杀的行为，可他的手悬在半空，迟迟不敢落下。此时黑色魂环已经开始融合，强行打断只会让我爆体而亡。他眼中满是懊恼与惊怒，这才发现他被我骗了。我的目标根本不是8000年的魂兽，而是这举世罕见的10000年魂环。为了让月关放松警惕，我从一开始就在演戏。此时月关死死盯着我，随时准备拼命护住我的性命。一旁的胡列娜彻底看傻了眼，她接受的教育告诉她，第一魂环的极限只有400年，可现在一个6岁的小孩竟在吸收10000年魂环，他真的疯了。而在我的视海深处，巨猿的残念发出震天咆哮，疯狂撞击着我的灵魂本源。人类，你必死无疑！可我的8九玄功疯狂运转，将我的灵魂牢牢护在中心，任凭巨猿残魂如何疯狂撞击，我始终咬紧牙关，死死守住灵台青绿。1炷香的时间飞速流逝，巨猿虚影发出最后一声哀鸣，彻底消散在茫茫尸海之中。我顿觉周身压力一扫而空。原本紧张的月关看到这一幕，提着的心总算落回了肚子。现在我的呼吸平稳了下来，这意味着最凶险的关头已经过去，吸收10000年魂环已是板上钉钉。他看向我的眼神满是震撼，第一魂环就是10000年级别，这简直是前无古人的神迹。这孩子以后成长起来，其实力绝对会超越现任教皇。一旁的胡列娜早已目瞪口呆，嘴巴张大半天合不拢，看着黑色魂环彻底融入我体内，她的认知被彻底粉碎。所谓的理论极限不过是个笑话，什么423年的10大核心理论，在第一魂环是10000年面前统统成了垃圾。胡列娜死死盯着我，心中已经下定了决心，回武魂殿一定要看看我身上到底还藏着多少秘密。整整守候了1天1夜，我终于缓缓睁开了双眼，起身感受着体内的变化，肉身强度再次提升了3成，魂力更是从10级直接突破到了16级。为了打好根基，我没敢继续冲击，让大部分能量用来淬炼肉身，否则这一环能直接带我到20级。这时冷漠的声音从耳边响起，月关此时正沉着一张老脸，你还知道醒过来？他语气里充满了严厉与后怕。第一环就敢吸收10000年的年限，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命太长了？还没等我开口解释，月关又是一通劈头盖脸的训斥，如果魂力暴走，你早就没命了，就算你有把握，也要先商量，非要玩这种先斩后奏的把戏吗？可我已低头乖巧认错。月关见状就怒火全消，最终还是没忍住露出了一丝笑容。行了，别装可怜了，说说看你的第一魂技是什么？我抬手唤出3尖2刃刀，脚下赫然升起一枚纯黑光环，我紧握刀柄催动力量，黑环闪耀间狂暴气息冲天而起。我的第一魂技名叫泰坦变，力量暴涨3倍的同时攻防翻倍。月关听后连连点头称赞，这种增幅技能可以一直用到封号斗罗，配合长刀的恐怖重量，同级别
别的对手根本挡不住一刀。我对此也极为满意。我本就打算走极致肉身路线，抛弃所有花哨的招式，只求一刀斩碎一切。见识完威力后，月关带着我2反城后，便火速赶回教皇殿向比比东汇报。一听我第一魂环吸收了万年魂环，比比东抬起的眼眸里写满了震惊，严肃询问月关对我的评估。月关表示我短短3个月肉身就堪比魂王，这种成长速度跟3剑2刃刀脱不开关系。最后月关更是给出建议，只要重点培养我，并让这份逆天血脉传承下来，武魂殿必将永远称霸这片大陆。比比东陷入了深思之中，这样绝世天才放眼大陆绝无仅有。为了不让千家重新掌权，他必须培养最亲信的接班人。胡列娜虽然忠诚，但实力稍显不足，而我正是补齐这块短板的最佳人选。如果能将这2个孩子撮合到一起，武魂殿的权力将永远稳如泰山。即便2人有着6岁的年龄差，但对于魂师来说这不是问题。于是比比东当即下令让月关贴身护卫，更要求以后要一起教导我和胡列娜。月关瞬间秒懂了比比东的深意。而另一边，我刚回到小院，胡列那边带着满眼的好奇走了进来，那双狐媚眼中写满了求知欲。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第一魂环就是万年，这完全不合理，但我直接归功于武魂。表示强化觉醒武魂之后，我的身体就在一天天变强。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胡列娜盯着我清澈的眼神看了半天，硬是没发现任何撒谎的痕迹，只能郁闷地接受了这个解释。随后他又缠着我展示下我的双生武魂，我觉得迟早都要共识，便不再隐瞒，便反手换出3剑2刃刀，威武霸气的外形让胡列娜想要上手试试。我提醒她可能拿不动，可胡列娜却表示自己可是32级魂尊，绝不可能输给一个6岁的孩子。但当长刀入手的瞬间，她脸色大变，那重量仿佛是一座大山当头压下。我见状，赶紧用意念收回神兵。胡列娜从我口中得知长刀重达1000斤时，她满眼都是惊骇，发出灵魂拷问：我一个6岁孩子怎么可能拎起这种重物？我像看傻子一样盯着她反问：能吸收万年魂环拿这把刀不是很正常吗？胡列娜被说得满脸通红，尴尬至极。她这才反应过来，我肉身早已非人。作为天之娇女的她感受到了降维打击的恐怖。自己引以为傲的天赋跟怪物一比，简直不值一提。为了掩饰尴尬，他强行维持师姐的体面，急忙要求查看我的第2武魂。于是我左手换出哮天卷，胡列娜好奇地蹲下身，伸手抚摸，发现这只狗温顺的简直像个宠物，完全看不出任何攻击力。就在他怀疑这武魂只是普通的狗时，便大步流星地走进来。他大声叫嚣着，我既然获取了第一魂环，赶紧的跟他再打一场，迫不及待想看看我的新魂环到底什么水准。然后他进门后看到我们2人，他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殆尽，死死盯着我，又看了看一旁的胡列娜，眼神中充满了愤怒与嫉妒。孤男寡女待在一起成何体统？胡列娜厌恶地看着舔狗燕，你管不着，滚远点。此时邪月也走进了院子，无奈地看着这场闹剧。可燕根本不理会胡列娜的驱逐，他直接指着我的鼻子，是个男人就跟我打一场，我会把实力压制在魂师阶段。我想都没想便直接答应了。既然燕主动找虐，我自然没有拒绝的道理。刚好也看这家伙不爽，燕见我答应的如此痛快，心里已经开始幻想自己大显身手的英姿了。而一旁的胡列娜想到我那万年魂环，看向燕，眼神中露出一丝怜悯。于是我们一起走向演武场。演武场擂台上，我和燕2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一个魁梧壮硕，一个瘦小单薄。台下学员纷纷发出不屑的嘲笑，他们觉得燕是在故意欺负小孩。负责秩序的教习面带疑虑的走近，燕双手抱胸，大大咧咧表示就是切磋一下，他会压制实力，绝不以大欺小。教习见状，只能站在擂台边缘，随时准备出手救人。燕直接火焰领主附体，接着狂妄地冲着我伸出3根手指，我先让你3招，免得别人说我欺负小孩。台下的学员们纷纷摇头叹息，认定这只是一场单方面的实力碾压。我眼中闪过一丝不耐，这个人真的很聒噪。我右手一翻，3剑2刃刀出现在掌中。燕见状，更加不屑地拍了拍胸脯，放肆叫嚣让我尽管攻击。但下一秒，他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我双腿猛然发力，化作一道残影，半空中只留下一道刺眼的荧光。沉重的刀被裹挟着万钧之力狠狠砸下，燕连防御的姿势都来不及做出，整个人如同断线风筝般倒飞而出。这还是我刻意收敛了力量的结果，否则对方现在已经是一具尸体。全场瞬间陷入死一般的寂静，所有人惊恐地瞪大了双眼。谁敢相信一个连魂技都没用的6岁孩童，竟然一招秒杀了全副武装的魂尊，自作自受。一旁的胡列娜嘴角微微翘起，看着地上半死不活的燕，心中只觉得他真是不知死活的舔狗。我收起长刀，头也不回地离去，步履从容，仿佛只是踩死一只蝼蚁。台下学员由于过度震惊，集体失声，直到我彻底消失在视野，擂台上才传来一阵剧烈的咳嗽声。燕面色惨白地蜷缩在血泊之中，教习急忙冲上台检查他的伤势。他探入魂力后，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胸骨碎裂过半，却精准避开了内脏，这掌控力简直匪夷所思。别乱动，你的胸骨碎了，需要马上治疗。燕瘫在地上，双眼无神地望着天空。他本想安慰自己只是一时大意，可刚才那一刀已经劈碎了他的自尊，他竟输得毫无还手之力。极度的羞辱让他再次喷出一口鲜血，随后两眼一翻，直接气晕了过去。教习不敢耽搁，抱起燕匆忙离场。死寂的演武场瞬间爆发出剧烈的议论，所有学员都在疯狂打探我的身份。6岁一招秒杀魂尊，这种战绩简直违背了魂师界的常识。6年的时光转瞬即逝，曾经我这个面黄肌瘦的干瘪幼童，如今已经蜕变成挺拔俊朗的少年。我坐在桌前，快速拆阅着2封家信。这些年我将武魂殿发放的补贴和奖励寄回老家供亲人使用。哥哥在重金堆砌下勉强突破19级，甚至打算加入猎魂小队去野外历练。妹妹也顺利觉醒登类武魂，达到了15级。但看完信件后，我却不禁担忧，哥哥那把破鱼叉在野外根本没有自保之力，外出猎杀魂兽纯粹就是在送死。想要彻底逆转亲人们平庸的资质，普通的修炼资源已经毫无作用。我随手将信件拍在桌面上，眼中猛地闪过一丝金光，看来必须提前去把仙草弄到手。可当我准备去教皇殿找比比东时，不料胡烈那面带笑意来了。
自从比比东让月关教导我的时候，把胡列娜也带上，我们两人几乎每天都待在一起。6年的朝夕相处，我们之间的关系早已超越了普通的同门情侣，友谊以上，恋人未满。胡列娜笑盈盈让我陪她去逛街吧，但我摇头拒绝。我有事要找老师。被拒绝的胡列娜露出些许遗憾，她忽然想到什么，眼睛又亮了起来。你难道是要去找老师，让他帮你猎取第5魂环？胡列娜她深知我的实力有多高。6年前她的等级是32级，而我才刚来武魂殿，但如今我12岁就突破50级，可她现在才46级。我点头没有否认。我的第2、3、4的万年魂环全是泰坦巨猿一族，第4魂环更是猎杀了99900人，所以第5魂环自然要选择10万年。于是我将目标锁定在2名，而化形成人的小舞也成了我的猎物，不仅能提前截胡唐三的重大机缘，还能掌控小舞，就能以此要挟2名。更重要的是小舞的魂骨瞬移神技配合3尖2刃刀简直绝配。至于那枚10万年魂环倒是可以给哮天犬。我收回思绪，告别欲言又止的胡列娜。很快我来到了教皇殿，我语气平静地向比比东道出离殿之意，弟子想出去历练一段时间，顺便再回家看看哥哥和妹妹，去星斗大森林猎取一只10万年的泰坦巨猿。比比东眉头微挑提醒，泰坦巨猿身边还有一头10万年的天青牛蟒，需不需要他出手？我果断摇头婉拒了比比东的好，我还是担心比比东出手，全面碾压之下直接把大明和2名逼入绝境。狗急跳墙选择献祭给了唐三，只有先控制小舞才能稳操胜券。比比东对此并未强求，只是微微颔首。雏鹰确实到了该展翅高飞的时候，去吧，注意安全。我行礼告退，转身离开大殿。但我前脚刚迈出教皇殿，比比东边当即唤出暗处的举鬼双斗罗，命令月关贴身保护，防止其他势力暗杀。面对教皇的严密部署，月关却自嘲地摇了摇头。他深知自己教导了6年的小怪物有多恐怖，虽然表面上只有区50级，可我的肉身强度早就碾压了老毒物这种普通的封号斗罗。手中那把重达5万斤的3尖2刃刀更是残暴至极，一旦开启4个万年魂技的恐怖增幅，寻常封号斗罗只会被一刀当场劈碎。更可怕的是，这小子绝对还隐藏了真正底牌。听到月关这番骇人听闻的战力汇报，大殿内比比东眼中异彩流连。他已认定我未来能扛起武魂殿大旗。1小时后，我刚要动身，便见月关跨入院内。他表示比比东命他随行护我周全。我点头默认这份保护力量。但当我们正欲离去时，身后突然传来胡列娜急促的呼喊。少女气喘吁吁地挡在我身前，埋怨我竟不辞而别自己去历练，带上她一起去历练可以吗？我果断拒绝了要求。胡列娜要是跟随，战斗的时候只会让我分心保护她。我劝诫她留在殿内好好参加精英计划。谁知胡列娜眼眶泛红，突然抱住我，等你回来，我送你一件礼物。月关站在旁边看着这一幕，露出了非常标准的姨母笑。我感受着胡列娜的压迫，轻声应允后便转身上了马车。然而我不知道的是，在我离开后，高处的阴暗角落里，燕那双充满毒怨的眼睛死死盯着马车。6年他发了疯似的修炼，却发现他反而被我甩得更远。加上心爱的胡列娜也对我芳心暗许，连正眼都不看他一下。无尽的屈辱与不甘最终化作了彻骨的杀机。他转身回到房间，迅速写下密信，直接将我12岁魂王的情报传给七宝琉璃宗。敌对势力绝不会放纵武魂殿的绝世天才成长。杨戬，等死吧！1个星期后，我顺利见到了哥哥妹妹，专心陪了哥哥和妹妹3天，便要离开。离别时，面对哭成泪人的妹妹杨婵，我承诺等我处理好手头的事，便接他们去武魂总殿，以后天天见面。杨婵闻言这才松开手，红着眼眶看着我登上马车离开。车厢内，月关问我下一站去哪，我早已想好了说辞，找了借口表示下一站想去史莱克学院看看。月关点了点头，没有说什么。但没想到离开临海城的第3天，正在闭目养神的我和月关同时猛地睁开了双眼。杨戬眉头微皱，瞬间释放出感知，东南方向2道恐怖气息正急速逼近，这股让人窒息的压迫感绝不是普通的封号斗罗，至少是95级的顶级强者。放眼整个大陆，这种级别的怪物屈指可数。此时此地还结伴而行，我心里瞬间猜到了对方的身份。身旁的月关满眼忌惮说出了那2个名字：七宝琉璃宗的剑斗罗陈星与古斗罗古龙。恐怖的威压转瞬即至，死死锁定了我的马车。半空中传来苍老傲慢的嘲笑：菊花关别躲在里面当缩头乌龟了。月关脸色铁青，叮嘱我留在车里，随后瞬间闪身迎敌。古荣根本不把月关放在眼里，他目光直接穿透车厢，盯住了我。里面的小子自己出来吧，别让老夫亲自动手。他的语气随意的就像要碾死一只蚂蚁。月关心头大震，这才彻底明白，这2竟是冲着杨戬来的。他上前一步，将马车挡在身后，目光锐利如刀：你们到底想干什么？古荣冷笑着回答：前段时间一封信被送到了七宝琉璃宗，信中提到了你们武魂殿出了一个12岁的魂王，绝世天赋呀，而且还提到他已经离开武魂城外出历练，身边只有你跟着。风致可是大为震惊，为了保险起见，我和老贱人不得不走一趟。月关听后心沉到了谷底，武魂殿内部显然出了叛徒，面对2大强者的绝杀包围，月关自知今日绝无胜算，他死死护在车前，让我赶紧逃命。可我却神色从容走下马车，只是一个是96级，一个是95级的封号斗罗，为什么要跑？古荣闻言忍不住笑了出来，只觉得我狂妄无知，但陈星却在暗中观察后心生震撼：12岁的50级魂王竟真实存在，这种天赋简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更可怕的是，我面对2位封号斗罗竟面不改色，这份胆识和心性更是难得。于是他开口表示，只要我从此断绝与武魂殿的联系，归顺七宝琉璃宗，他可以让我活命，而且今天月关必死无疑。我加入七宝琉璃宗不会有人知道。我看着这2顿时笑了，眼底毫不掩饰的嘲弄：加入七宝琉璃宗可笑，如果再来一个95级的封号斗罗，或许还有机会把我拿下，但凭你们2个老东西还不够格。陈星的眼神变了，古荣的笑容僵在脸上。月关满眼错愕，完全猜不透我的底气，难道还有人在暗中保护？沉默持续了几息，陈星脸色骤寒，瞬间唤出7杀剑，凛冽的剑气冲天而起，96级封号斗罗的魂力威压毫无保留的释放出来。古荣也立刻古龙附体。月关还想叫我快逃，但我却打断了他的话，让月关去
去拖住古荣，陈星交给自己单挑，看着我那沉稳如水的双眼，月关没有再说什么，便冲天而起，漫天金菊瞬间炸开，直接卷走古荣。战场被强行分割，只剩下我直面陈星，一老一少遥遥相对。我抬起头看着空中的陈星，盘问总殿内鬼的身份。陈星表示死人是不需要知道真相。闻言我冷笑一声，希望待会你的嘴还是这么硬。我右手虚握，瞬间唤出3尖2刃刀，3米神兵在掌心爆发出冲天战影。陈星瞳孔骤缩，这武魂不简单。我没有任何迟疑，抢先发动了攻击，脚下大地瞬间崩碎，炸出一个巨大深坑，化作一道金色残影朝着天空中的陈星击射而去。这一瞬间爆发出的威势和速度，甚至让陈星都心惊胆战。他举剑格挡，震耳欲聋的金铁交鸣声响彻云霄，但一股不讲道理的蛮力却顺着剑身传回。陈星只感觉整条手臂瞬间发麻，整个人被这一刀从空中生生劈落地面，伴随着一声巨响，大地被砸出深坑。陈星单膝跪在坑底，满脸不可置信，一个96级的封号斗罗，竟然被一个50级的魂王从天上劈了下来。他没有受伤，但这份耻辱比受伤更让他难以接受。他死死盯着已经从空中落下的我，想不通我的武魂重量超过了5万斤，为何能运用自如？可我根本不给他喘息的机会。心念一动，3尖2刃刀疯狂暴斩，转眼间化作10几米长的百米巨刃。我单手抡起巨刀，当头劈下，地面被凌厉的刀锋直接犁出沟壑。陈星被逼得不得不全力防御。第二魂技灵剑守护瞬间撑起，一道直径2米的剑气防护罩瞬间成型，巨刃狠狠砸在剑气护罩之上，周围地面瞬间崩裂塌陷。虽然被挡住了这一击，但我早就知道光凭普通攻击不可能伤到陈星。于是我脚下4枚黑色魂环缓缓升起，第一魂技泰坦便瞬间发动，我的肌肉微微鼓胀，全身力量与防御疯狂飙升。紧接着第2、第3枚黑环接连点亮，泰坦之躯与泰坦之力全面叠加。第4枚黑色魂环亮起，第4魂技泰坦狂暴，我的双眼金光吞吐，宛如远古战神降世，脚下地面承受不住威压，寸寸崩裂。陈星简直不敢相信，50级的魂王竟然能散发出这种气势，让他都感到了威胁。此时我怒喝一声，抡起10几米长的巨人，这一刀带着毁天灭地的威能当头劈下，所过之处连空气都被生生撕碎，尖锐的啸鸣声震碎了周围的岩石，原本坚固的剑气护罩瞬间崩毁，巨刃带着万钧之力狠狠砸向陈星。轰然巨响中，陈星像炮弹一样被砸飞，身体撞断无数古树才勉强停下。陈星单膝跪地，大口鲜血喷洒而出，这一击竟震伤了他的5脏6腑。他缓缓站起身，眼中杀机毕露，此子如果不除，必然会覆灭宗门。陈星眼神一狠，他整个人与七杀剑瞬间融合，人剑合一，爆发出毁天灭地的气息。紧接着最强第9魂技神魔两斩悍然发动，一黑一白2把巨剑横亘天地，神魔两斩带起恐怖的剑气漩涡，方圆百里的空气被瞬间抽空，连远处的月关都感到灵魂战栗。古荣死死拦住想要救援的月关，直言这一招之下绝无活口，我必死无疑。另一边我冷冷注视着空中的剑气漩涡，陈星的第9魂技确实恐怖，这种必死之局让我决定动用底牌。随着一声低喝，我召唤出哮天犬，它出现在脚边。哮天犬的眼神中充满了滔天的杀意，这个老东西竟想杀害主人，当真该死！陈星见状眉头微皱，满脸不屑。虽然见我竟也是双生武魂，但区区一只离体兽武魂，甚至连1枚附加魂环都没有，能有什么威胁？小子，下辈子记得投个好胎，不要加入武魂殿。说完，陈星便催动神魔两斩，黑白巨剑带着寂灭气息席卷而下，地面被剑气层层掀起，瞬间崩碎。我站在风暴中心却纹丝不动。哮天犬仰天长啸，原本弱小的身躯开始疯狂暴涨，转瞬间化作数十米高的银色神兽。它浑身毛发如银色甲胄般璀璨，四肢如擎天巨柱，利爪似神兵利刃。它张开大口朝着神魔两斩扑了上去，黑白剑气与哮天犬撞击在一起，刺目的强光瞬间淹没方圆10里，恐怖的冲击波将周围一切夷为平地。远处月关和古荣齐齐停手看向战场，月关眼中满是绝望的担忧，古荣则露出胜券在握的冷笑。在他看来，没人能从神魔两斩下活命。随着漫天烟尘渐渐散去，陈星悬浮半空，正剧烈喘息，但他脸上带着自信的笑容。神魔两斩之下必没有活口，可下一秒他的笑容彻底将死在脸上，一道巨大的银色残影破空而出。这狗硬扛他的第9魂技竟毫发无损，陈星的瞳孔骤然收缩到了极点，这不可能！没等陈星从震撼中反应过来，哮天犬已经冲到了他面前。陈星慌乱挥剑想要格挡，却根本跟不上哮天犬的速度。哮天犬张开大口，只听咔嚓一声，陈星的左臂瞬间被整条撕下，鲜血在半空中狂喷不止，惨叫声撕裂了整片山谷。陈星难以置信，捂着断臂退数10米，他从未见过防御如此恐怖的怪物，怎么会有如此强大的离体兽武？而我眼神冰冷，指了指远处的古荣。哮天犬心领神会，发出一声咆哮，身形化作一道流光，消失在原地。此时的古荣还以为陈星已经得手，正要出言嘲讽被他打得重伤的月关，突然间一股死亡威胁从天而降，他的感知还没反应过来，一只巨爪已拍向头顶，那是足以摧毁山岳的绝对蛮力。轰然巨响中，古荣被生生拍进地底，方圆百里的地面剧烈震动，古荣像死狗一样躺在深坑底，全身骨头尽碎，动弹不得，大口大口的吐血。哮天犬跳进坑里，像叼小鸡一样把古荣提起，下一秒他又出现在我身边，将古荣扔到了陈星面前。陈星看着地上奄奄一息的古荣，脑海中一片空白，他怎么也想不明白，一只狗竟只用一爪拍废大陆最强防御。他看向我的眼神中再次出现了畏惧，我的第2武魂竟比第1武魂还要恐怖。
这到底是什么怪物？我居高临下俯视着这两个狼狈不堪的封号斗罗们，刚才也见识过了哮天犬的速度，所以别妄想逃跑，你们根本跑不掉的。古荣听后眼中闪过一丝不甘，他的武魂是古龙带有空间属性，虽然现在受了重伤，但如果拼尽全力，未必不能逃出升天。第8魂技空间之门瞬间发动，一道漆黑的空间裂缝在他身后撕开。陈星瞬间明白了古龙的意图，他挣扎起身拼命冲向裂缝，但面对这垂死挣扎，我却纹丝不动，只是冷冷给了一个眼神。哮天犬心领神会，猛地仰天狂吼，恐怖的声浪带着霸道威压瞬间炸开。刚刚构筑的空间之门开始剧烈扭曲震颤，古荣面色惨白，再次狂喷一大桶鲜血。他惊恐地发现空间连接被直接生生切断，空间之门轰然崩溃，化作无数黑色的碎片消散在空气中。古荣和陈星被空间反噬的力量震飞出去，重重地摔在地上。不，古荣发出一声绝望的嘶吼，而哮天犬化作白影冲了上去，一口咬碎了古荣的双腿，骨裂声伴随着惨叫清晰可闻。我戏谑看着这两人，我说了别想着逃跑，这下舒服了吧？月关从远处赶了回来，站在我身边，内心掀起惊涛骇浪。那只哮天犬竟一巴掌就废掉古荣。他想起6年前他还觉得哮天犬只是个废物，现在想来真是愚蠢至极。这分明是比3尖2刃刀还要恐怖的存在。月关彻底折服了，询问我如何处置残局。我目光落在陈星和古荣身上，让他们立刻交代出武魂殿内鬼的身份。我承诺只要说出实情就可以饶2人不死。在死亡的威胁下，陈星彻底放弃挣扎。他坦言1个月前有人找替身送来密信，但七宝琉璃宗的眼线早已查清了那人的真实身份。内鬼根本不是什么外围系统，而是武魂殿黄金一代的燕。月关听到燕的名字，脸色大变，他连声惊呼这绝不可能。燕身为武魂殿重点培养的黄金一代，天赋异禀且一向表现的忠心耿耿。月关怒斥陈星一定是在撒谎嫁我。我抬手制止了月关的争辩，直言到时候自己会调查清楚真相。如果是真的，我会当着全武魂殿的面砍下燕的脑袋，挂在城头以儆效尤。我询问月关他要站在哪一边，月关沉默良久，叹息着选择顺从。他深知武魂殿可以没燕，但不能没我。陈星此时沙哑开口要求我兑现承诺，既然秘密已经说出，就该放他们离开。但我听后却发出嘲笑，我表示只是给他们活命的机会，而非放人。古荣气得浑身发抖，怒骂我卑鄙小人。我挑眉反讽，2大封号斗罗围杀我一个12岁的孩子，就不卑鄙了？然而我看着陷入绝望准备拼死一搏的2人，却话锋一转，我微笑着表示，谁先开口让对方死，谁就能活命。如果都不说，你们都得死。冰冷的话语让空气瞬间凝固，陈星和古荣面面相觑，几十年的过命交情瞬间产生裂痕，极度的戒备与敌意在2人眼中蔓延。我只给这2人1炷香的考虑时间，我心里非常清楚，在死亡的极致恐惧面前，人性根本经不起任何考验。就在时间快要结束时，2人几乎同时脱口而出，那就让陈星先死，那就让古荣先死。听到彼此绝情的话语，2人当场愣住，所谓的兄弟情谊在这一刻彻底粉碎。为了争夺唯一活命的机会，2位名震大陆的封号斗罗此刻竟像泼妇一样疯狂争吵，拼命证明是自己先开的口。但我发出一声冷笑，打断了闹剧，再次更改规则。我又改主意了，现在谁想活下来，就必须杀了对方，不然我就杀了你。陈星的眼神冷了下来，手掌按在七杀剑的剑柄上。古荣咬牙切齿道：“你根本没想过放了我，你从一开始就在戏弄我。”可我却不为所动，面无表情的开始倒数3，2人的手都在剧烈颤抖，互相看着。几十年的兄弟，真的要走到这一步吗？2，古荣的眼中闪过一丝决绝，他的武魂是古龙以防御著称，如果拼死一搏，或许剑锋刺入身体的声音瞬间响起，七杀剑无情地刺穿了古荣的心脏，鲜血顺着剑尖滴落在地。古荣不可置信地回头看向兄弟，陈星的声音沙哑的几乎听不见：“对不起，我不想死。”古荣的身体倒在地上，溅起一片尘土，他死了，死不瞑目。陈星握剑的手止不住的颤抖，整个人像被抽空了一样。几十年的兄弟，今天为了活命，他亲手杀了他。我站在一旁拍着手，脸上带着欣赏的笑容，声音真诚而赞赏：“好样的，不愧是闻名大陆的剑斗罗，出手就是果决。我这个人说话算话，你活下来了。”可陈星已经没有了往日的神采，眼中满是复杂的看着我，但我早已收回视线，走向月关身。该走了。月关扫了一眼古荣的尸体，有些迟疑地问：“为何放过陈星？”我嘴角勾起冰冷的弧度，眼中的杀意毫不掩饰。他亲手杀了古荣，这是会让他一辈子活在愧疚，让他活着比死更难受。再说了，七宝琉璃宗竟敢劫杀我，到那时他连同所有人都要死。月关提议，不如现在就返回武魂殿，召集大军直接去七宝琉璃宗，免得他们提前准备。但我表示自己1人就够了，现在的先去史莱克学院。月关闻言不再多问，于是我们2人化作流光消失在天际。不久后，我们落在史莱克学院外的树林里，我催动精神力瞬间笼罩整座学院。玉小刚并不在，这意味着唐三还没去星斗大森林猎取第3魂环，还没获得外附魂骨8蛛毛，这意味着我来的不算晚。可这时月关突然激动地发出一声低呼：“小姐，里面有化形的10万年魂兽，你运气简直太好了，刚好缺1枚10万年魂环，就有送上门来的。”月关迫不及待想要冲进去杀人取魂，我却抬手将他拦住，表示10万年魂环虽好，但属性不合只会毁了我的根基。紧接着我的目光扫向学院外某个方向，月叔叔，难道没发现附近还藏着一只大老鼠吗？月关闻言立刻扩大精神力探查，片刻后他脸色骤变，是唐昊，他怎么会在这里？而远处的树荫下，唐昊正阴沉地注视着我们2人。他原以为武魂殿发现了自己的行踪，但发现只有1个月关不足为虑，于是他又将目光锁定在我身上。突然唐昊瞳孔骤然收缩，看这小子也就比小3大不了几岁，竟已经达到了50级。
他的眼中瞬间爆起骇人的杀机，心中下了决定，今天不仅要杀月关，还要把这个武魂殿的天才一并屠掉。唐昊右手一翻，昊天锤出现在掌中，大步朝着我们两人的方向逼近。此时唐昊拎着昊天锤来到我和月关面前，月关如临大敌，唐昊的战斗力他再清楚不过，但很快月关想起我还在身边，还有哮天犬，区唐昊又算得了什么？月关冷笑一声，出言嘲讽唐昊，这6年像丧家之犬一样躲躲藏藏，你也是够辛苦的。怎么不想活了？主动过来送死！唐昊脸色瞬间铁青，这些年东躲西藏是他最大的耻辱。他抬起昊天锤指向我，菊花关，今天不仅你会死在这里，这小子也必死无疑。小小年纪就达到了50级，武魂殿想必倾注了无数心血和资源。你说如果老子弄死他会怎样？听见这话，月关不怒反笑，那眼神仿佛在看一个将死之人。那你就试试看。唐昊脸色彻底沉了下去，他已经忍不住要动手了，可他余光瞥向不远处的史莱克学院，唐三还在里面，在这里动手会波及到自己的，去别的地方打。月关挑眉没有拒绝，他本质上是个有爱心的人，也不想因战斗伤及无辜。于是他拍了拍我的肩膀，让我跟上去给他撑撑场子。3人化作残影向远处的荒山掠去，刚落在山顶，唐昊便毫无预兆的转身爆发，昊天锤带着死亡罡风狠狠砸向月关，其荣通天局化作金色屏障勉强格挡。沉闷的巨响过后，月关狂喷鲜血，被轰飞数十米。唐昊扛着重锤嘲笑月关不堪一击，月关擦去嘴角血迹，冷冷的看着唐昊。原来昊天斗罗也会偷袭，不过想想也正常，你如果是个正人君子，当初也不会和魂兽混合。为了让我们武魂殿发现蓝银皇，故意带着他在人类世界瞎晃悠，逼得蓝银皇走投无路，只能献祭给你。唐昊气得浑身发抖，身形一闪，一锤砸向月光。月关反手甩出漫天金芒，无数奇荣通天菊花瓣如暴雨倾泻。唐昊被逼得不得后退，格挡，重新组织攻势。就这样战斗持续了10几分钟，月关被唐昊一锤砸在地上，大口吐血，狼狈到了极点。唐昊环顾四周，确认再无伏兵，他心中大定，今天只要杀了月关再除掉我，武魂殿的未来就会彻底断绝。再等自己把伤养好，把唐三培养起来，就能想办法摧毁武魂殿了。唐昊冷笑着问月关还有什么遗言。月关捂着胸口，艰难地从地上爬了起来。小姐，你来动手。好，月叔叔，你到边上看着吧。我朝着月关点了点头，左手抬起白光闪过，召唤出了哮天犬。唐昊感受到了一股莫大的羞辱，月关竟让一个50级的魂王来跟自己打，而且这小子还召唤出了一只离体废物。很好，你们一个两个都不把老子当回事。今天如果你们能活下去，老子就不是男人。唐昊周身杀气瞬间沸腾到了顶点，他脚下的第9魂环亮起，猩红色的光芒将整个山谷染成血色。甚至唐昊为了绝杀月关，更是爆发出了杀神领域，白色气场与血色魂环疯狂交织，一尊巨大的虚影在唐昊身后显现。小山般的昊天锤遮天蔽日砸下，恐怖的锤风将地面压出无数波纹。远处的月关被这股威力吓得脸色苍白，不过看到哮天犬在表情瞬间变得轻松，而我神色淡然，稳如泰山。只见哮天犬瞬间暴涨50米，脚下升起4枚漆黑的万年魂环。第1魂技强化咬合力，哮天犬牙齿覆盖上一层金色神芒，它张开巨口，迎着昊天锤撕咬而去，伴随着一声震天动地的巨响。只见那虚影在哮天犬牙下寸寸崩裂瓦解，化为漫天光点消散在空中。唐昊满脸不可置信，但他还没来得及做任何反应，就被哮天犬一爪子拍进地心，地面瞬间凹陷出100米巨大的深坑。唐昊躺在坑底，浑身染血，睡得安详。远处的月关早已看傻了眼，他心中产生了一个念头，或许比东也不是我的对手。我走了过去，看了看坑底的唐昊，夸赞了哮天犬一句干得不错。哮天犬便收敛真身，化作白光消失。月关飞到坑边查看，看着半死不活的唐昊，他心生杀机，提议直接斩草除根，以绝后患。然而我却面摇了摇头，右手虚握，召唤出3尖2刃刀，对着唐昊的左脚踝狠狠斩下，骨头碎裂声刺耳响亮。唐昊在剧痛中猛然苏醒，他满脸冷汗，呼吸急促，看向我的眼神充满震撼。自己竟败给了一个魂王，不过他还是态度强硬地说：“要杀要剐，悉听尊便，别想从老子口中听见求饶。”我笑着摇了摇头，蹲下身子直视他的眼睛：“不，我怎么可能杀昊天斗罗呢？不久前你说过，今天我要是能活着，你就不是男人。”唐昊的瞳孔在瞬间剧烈震颤，他终于明白我想做什么了。强烈的寒意席卷全身，他拼命挥动双手，想要向后退缩。我轻轻踢出一颗石子，空气中炸开一圈白色音爆，石子精准命中唐昊的要害，凄厉的惨叫声瞬间响彻荒野。唐昊捂住蜷缩在地，疯狂打滚，他疼的眼泪都流了出来。可我见转却遗憾地叹了一口气，看来准度还得练练，就差一点，还是再来一次吧。说着，我捡起一块拳头大的石头，在手中漫不经心地掂了掂，这么大的石头应该也不至于落空吧。唐昊彻底崩溃，如果再让我来一次，他真的会彻底失去做男人的资格。他像条老狗一样趴在地上乞怜，求求你放过我！但我却嘴角上扬，将石头扔了出去，石头呼啸而出，再次精准砸中目标，伴随一声极其凄厉的惨叫。唐昊彻底失去了作为男人的资格，他像熟透的虾米一样蜷缩抽搐，屈辱和剧痛几乎要将他逼疯，可他只能把所有的恨意咽回肚子，低声下气地向我祈求活路。你已经如愿以偿，导致我变成……他顿了顿，那个词怎么也说不出口。现在能放过我了吗？可我见状后却呵呵一笑，我什么时候说你跪地求饶，就让你离开了？我会封了你的魂力，然后专门找一群河源和你关在一起，给他们当玩物。等到将来我率人把昊天宗满门抄斩时，再把你拉出来，亲眼见证族人的覆灭。和一群河源关在一起，唐昊不敢想下去，他惨白的脸庞瞬间涨得紫红，极度的恐惧让他崩溃着疯狂磕头，他毫无底线的哭嚎着，愿意给武魂殿当一辈子奴隶，只求我大发慈悲放过昊天宗。可我却不为所动，要怪就怪唐昊找死。如果他今天不对我动手，我或许还不会把事情做绝。我让月关按照我说的去处理唐昊，而我自己去史莱克学院就行。月关点了点头，毕竟我现在展示出来的实力，他跟着反而显得多余。随后月关冷笑着封住唐昊的全部魂力，
像替死狗一样拎着他消失在天际，而我独自朝着史莱克学院走去。史莱克大门口，刚从勾栏回来的戴沐白与马红俊注意到我，看我跟义父们一样英俊的不像话，两人心中同时升起一股莫名的敌意，上前拦住了我。小子，你来这里干嘛？我随口回答说要加入史莱克学院，但没想到马红俊挺着肚子趾高气扬，叫嚣着史莱克只收怪物不收垃圾，而且我年纪太大，让我别在这里丢人显眼。我看着这个跟土豆地雷似的小胖子，我加入史莱克学院不是你这肥猪说了算，我会自己进去找院长要答复。说完我随手一挥，马红俊只觉得一股无法抗拒的力量撞在他身上，整个人像断线风筝一样重重摔在地上，杀猪般的惨叫声响起。戴沐白见状捏紧拳头，面色凝重，他摆出老大的架势威胁，竟敢当着他的面动手，我这是在找死。我看着这两个脑子有坑的二傻子，搞不清楚别人的实力就开始狗叫，心中感慨这就是所谓的史莱克天才。随后我身形一闪到了戴沐白面前，只是轻飘飘的挥出一拳，戴沐白当场倒飞出去，重重的摔在马红俊旁边，喷出一大口血。一旁的马红俊直接看傻了眼，魂尊级别的老大竟然被瞬间秒杀，意识到今天踢到铁板了，他缩在角落瑟瑟发抖，生怕自己挨揍。我看着倒地的两人无奈摇头，这种对手实在是太弱，我懒得浪费时间，径直走进了史莱克学院。很快我来到一处空地，一个壮汉正在疯狂打拳，此人正是副院长不动明王赵无极。看到我这个生面孔，赵无极眉头紧锁，表示史莱克学院不对外开放，赶紧快回去吧。我直截了当说要加入史莱克学院，释放了自己的魂力波动。赵无极惊的眼珠子都快掉了出来，12岁的50级魂王，这简直是听都没听过的绝世天才。他的态度瞬间发生大转弯，而且他生怕我跑了，赶紧拉着我去找院长。很快我和赵无极来到弗兰德办公室，弗兰德听我要加入史莱克学院，原本他还想端着架子按规矩办事，可当他得知我12岁竟是魂王修为时，弗兰德整个人直接从椅子上蹦起，魂力感知探出。片刻后，弗兰德倒吸一口凉气，虽然还没获取第5魂环，但这确实是货真价实的50级。他的老脸瞬间笑成了一朵花，热情地拉起我的手，当场宣布我正式加入学院。随后他迫不及待拉着我往外跑，说要带我去见另外几个小怪物。我点了点头，跟了上去。2分半后，弗兰德带我来到了学院操场，唐三他们5个人在这里训练。弗兰德拍了拍手，大家先停一停，我给你们介绍一位新学员。5个人同时抬起头看着我，唐三扫了一眼，没有特别的表情波动。小五眉头微微皱起，他觉得我看他的眼神不像在看人，更像在打量什么猎物。小五下意识往唐三那边靠了靠。宁荣荣注意到我嘴角带着若有若无的笑，心想这个帅哥该不会是对自己有意思吧？看着我和义父们一样那张1000的脸，宁荣荣倒是不反感，他觉得长得帅、气质好、实力又强，不介意给我一个追求他的机会。奥斯卡看见宁荣荣盯着我，心里酸溜溜的。他看了看自己胡子拉碴的人，考虑明天要不要把胡子刮了，顺便打扮一下。朱竹清只是随意看了一眼就继续训练。弗兰德咳嗽2声准备介绍，话到嘴边才发现连我叫什么都不知道。他让我自己介绍，我目光扫过我叫杨戬，今年刚满12岁，前段时间突破了50级，强攻系还没获取第5魂环。整个操场安静了一瞬，每个人脸上都写满了不可置信。唐三的瞳孔骤然收缩，12岁50级，自己双生武魂先天满魂力，现在也才29级。他一直觉得自己是天才，可突然冒出一个同岁却50级的人，顿时有些精神恍惚。小五嘴巴微微张开，眼睛瞪得溜圆，这家伙到底怎么修炼？宁荣荣的眼睛亮了，12岁的魂王还是强攻系，他觉得我完美符合7宝琉璃宗的要求，妥妥的完美择偶对象。如果他把我带回琉璃宗见见爷爷和骨爷，他们肯定会很高兴，夸奖自己有眼光。他忍不住笑了起来，奥斯卡心里更酸了。朱竹清认真看着我，自己也是12岁，却只有27级。他这些年因为太弱被姐姐派人追杀，找到戴沐白对方，却整天寻花问柳。他很想像我一样强到能主宰自己命运，或许我能帮助到他。朱竹清在心中暗暗做了一个决定，要和我混手请教变强的办法，不管付出任何代价他都愿意。但此时弗兰德带我认识众人后便离开，临走时还叮嘱我要好好和同学们相处，让唐三他们带我去宿舍入住。我点了点头，心里却在冷笑，我不把史莱克学院的人全部杀光，都是有善心的表现。弗兰德和赵无极离开后，宁荣荣立刻凑到我身边，笑盈盈表示她可以带我去宿舍。我见宁荣荣这么热情，脑海中浮现出陈星和古龙的面孔，有点憋不住，嘴角微微上扬。不急，我想先跟几位认识认识。说完，我在唐三面前站定，低头看着这个其貌不扬的少年，这就是未来的唐佛祖。我眼中闪过一丝杀意，如果直接在这里把唐三弄死，以后肯定会少很多麻烦，武魂殿应该也不至于覆灭。然而杀意刚冒出来的一瞬间，8、9玄功突然自动运转，我在唐三身上看见了一条猩红色的丝线，直冲天际，散发着令人心悸的气息，那应该是修罗神的气息。看来修罗神比预想中还要更早关注到唐三，现在弄死唐三必定会引来修罗神。既然是不可为，我便收敛了杀意，还是按照原计划截胡唐三的各种机缘，把他彻底变成废物，然后等自己把8、9玄功修炼到第7层，普通的神应该就构不成威胁。我心中有了决定，于是我面带笑意的朝着唐三伸出手，初次见面，以后多多指教。唐三犹豫了一下，还是伸手握了上去。2只手握在一起的瞬间，唐三的脸色变了，一股巨力从我的手掌传来，唐三连忙施展玄玉手试图抵抗，但我的力量太大了，唐三的手掌开始扭曲变形，骨头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他发出一声痛苦的惨叫，整个人几乎要跪在地上。小五猛地站起来，伸手就要去拉我，我松开手，目光扫向小五，小兔子，你这么激动干嘛？小五的动作僵住了，瞪大的眼睛，表情呆滞，一股寒意从脊背升起。我低头看着唐三，语气轻描淡写表示，刚刚没控制住力气，你没事吧？唐三看着自己扭曲变形的手掌，痛得浑身发抖，双目赤火。他知道我是故意的，但却不敢说什么。29级对50级差距太大，而且明明是第一次见面，他不理解我为什么针对自己。其他人也有同样的疑惑，然而没想到宁荣荣竟站出来打圆场。唐三，人家杨戬他也不是故意的，你找个医生看看吧。说着，他掏出
出几枚金魂币丢在唐三面前。唐三看着地上的金魂币，脸色涨得通红，这分明是施舍。他愤怒质问宁荣荣：明明他们才是一伙的，怎么帮着外人说话？宁荣荣翻了个白眼，表示自己从未承认过跟他们是一伙。说着又掏出几枚金魂币丢在唐三面前。唐三的肺都要气炸了，直接怒骂宁荣荣贱人。宁荣荣怒了，他从小被捧在手心里，什么时候被人当面骂过贱人？你才是贱人，你全家都是贱人！唐三气得浑身发抖。宁荣荣已有取死之道，小五连忙拉住他，让他别冲动。奥斯卡也跑过来劝架。朱竹清始终冷眼旁观，但他的目光时不时落在我身上，他总感觉我是故意的，而我也注意到他在偷偷打量。朱竹清算是史莱克7怪里唯一的正常人，可以接触一下拉到武魂殿阵营。于是我走到朱竹清面前，问他能不能带自己去宿舍。朱竹清微微一愣，觉得这是个拉近关系、获得变强方法的机会。他点了点头，便带着我朝着宿舍走去。天色逐渐暗了下来，我和朱竹清并肩走在路上，谁都没有说话。朱竹清好几次想挑起话题，却不知道怎么开口。我偏过头看着身旁的朱竹清，月光下朱竹清的面容格外清冷，黑发如瀑，五官精致，紧身的黑衣勾勒出玲珑有致的曲线。真别说，朱竹清绝对是我见过发育最好的女人。我主动挑起了话题：“你是星罗帝国朱家的人对吗？”朱竹清猛地停下脚步，眼中满是不可置信。他从未向任何人透露过自己的身份，这个第一次见面的少年怎么会知道？我自顾自继续说：“朱竹清，星罗帝国3皇子戴沐白的未婚妻，因为戴沐白怕死丢下你独自一人逃到这里，你还真是可怜。你很想要变强对吧？”朱竹清眼中的迷茫和悲伤渐渐被渴望取代，他连连点头。我看着他说道：“成为我的人，我可以考虑帮你变强，但前提是你得表现好。”朱竹清愣住了，脑海中自动将这句话翻译成另一种意思。他的脸疼得一下红了，心跳骤然加速，胸口剧烈起伏。他张了张嘴，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我看着低头沉默的朱竹清，只当他还在纠结。朱竹清答不答应对我来说都无所谓，如果他拒绝还敢与武魂殿为敌，到时候随手杀了就是。而朱竹清内心激烈交战，变强的诱惑太大，可代价是成为我的女人。但现在他做不到，毕竟才刚认识第一天。他抬起头表示先给他一点时间考虑。我点了点头。很快我们来到了宿舍，我随便选了监空房子便进去了，而朱竹清也回了自己宿舍。但没想到的凌晨时，戴沐白和马红俊竟带着毒烟来，两人脸上带着怒意，想进来却又不肯。门外马红俊揉着发疼的屁股，满脸恐惧。他小声表示我是50级魂王，根本打不过，劝戴沐白赶紧回去睡觉。戴沐白听完脸色更难看了，下午被一拳打飞在小弟面前丢了脸，这个仇不报以后还怎么混？他掏出个竹筒，压低声音说这是毒烟，魂王以下吸入必死，就算弄不死我也能让我吃苦头。可他们没想到我推门走了出去，看来你们还是没被收拾够。戴沐白和马红俊吓得魂都要飞了。戴沐白大吼一声放毒烟，自己却往后退了好几步。马红俊颤抖着打开竹筒朝我疯狂甩，绿色烟雾扑面而来，我一动不动，甚至还吸了一口。戴沐白和马红俊脸上露出喜色，可1吸2吸3吸过去了，我面色如常，呼吸平稳，甚至打了个哈欠。就这，修炼了8、9玄功的我早已百毒不侵。唐三的毒对我来说跟空气没什么区别。马红俊吓得双腿发软，声音直发抖，说自己是开玩笑的，但我却直接一脚踹在他的下半身。马红俊像炮弹一样撞穿木质墙壁，整栋宿舍都在摇晃。他捂着下半身，脸色惨白。他感觉到什么都没有，凄厉的惨叫划破夜空。戴沐白看着马红俊这惨状，额头直冒冷汗，双腿发抖。你不能懂我，我是星罗帝国3皇子。我呵呵一笑，缓步走向戴沐白。先不说杀了你，你大哥乐见其成。就算星罗帝国真来找麻烦，你以为我会怕吗？戴沐白闻言转身就跑，可突然脚下一绊摔在了地上。他赶紧扯着嗓子大喊救命！宿舍里所有人都被惊动，唐三他们都跑出来，正好看见戴沐白满脸恐惧在地上躺。而我走到戴沐白身边，抬起脚踩下去，骨头断裂的声音清晰刺耳。戴沐白双腿以诡异的角度弯曲，疼得疯狂惨叫。众人倒吸一口凉气，没人敢上前。就在这时，弗兰德和赵无极从天而降，落在宿舍前。两人见着场景，脸色非常难看。戴沐白像抓住救命稻草般嘶吼：“院长救我！”弗兰德沉声质问我为什么欺负同学。我没有回答，弯腰抓住戴沐白的左手，使劲一拧，骨头断裂的声音再次响起。戴沐白疼得浑身抽搐，用仅剩的右手撑着地面往后缩。弗兰德和赵无极两人同时动，弗兰德从正面冲来，赵无极从侧面包抄。我冷笑一声，拎起戴沐白朝赵无极甩过去。没想到赵无极伸手去接，却被巨大的冲击力震得倒退了好几步。他满脸震惊，自己一个力量型魂圣差点没接住。弗兰德冲到了我身前，双手成爪抓向我肩膀，然而我的速度更快，一拳轰向他。弗兰德见状，将双臂交叉挡在胸前，拳头轰在手臂上，发出一声沉闷巨响。弗兰德向后倒去，连退了好几步才停下，嘴角溢出一丝鲜血。他目瞪口呆，自己魂圣级别竟被打退了。唐三的手不自觉地攥紧，心中掀起惊涛骇浪。50级打退魂圣，这根本不是等级能解释的。小五嘴巴张得能塞进鸡蛋，心中的不安更强烈了，下意识往唐三身边靠了靠。宁荣荣眼睛亮得惊人，觉得我这样的才勉强有资格追求自己。我扫了一眼众人的表情，遗憾摇头。本以为在史莱克会有愉快时光，没想到你们1个2个脑子都有大病。刚才留你们一命是因为还没犯大错，希望以后别站在对立面。弗兰德和赵无极对视一眼，陷入沉默。我看向地上的戴沐白，现在把你变成不能自理的废物，更让你绝望。你可以回星罗帝国找人报仇，我很乐意奉陪。戴沐白胸腔剧烈起伏，分不清是疼还是怕。说完，我目光掠过唐三和小五，冷笑一声，最后看向朱竹清，我现在就要走了，你考虑的如何？众人的目光齐刷刷投向朱竹清，朱竹清几乎没有犹豫，我愿意成为你的人。他刚才已经被我的实力彻底征服，如果他跟着我，以后肯定变得更强。他从人群中走出来，站到我身边。唐三等人看傻了，戴沐白最激动，他瞪大眼睛大喊。
朱竹清，你是我的女人，你到底想干嘛？朱竹清低头看着冷笑一声，就你这样以后怕是起床都难，废物一样，别说当你的女人，就算当你女人你又能干什么？戴沐白气急攻心，直接晕了过去。我满意地点了点头，朝着学院走去。朱竹清没有犹豫跟了上去，路过唐三身边时，我停下脚步，伸出手拍了拍唐三的脸，一下两下三下，声音清脆格外刺耳。唐三被打的脑袋左右摇晃，脸颊红肿起来，他咬着牙，双手攥紧，却敢怒不敢言。我收回手，嘴角带着笑，小瘪三，我们很快就会再见面的。唐三瞳孔微微收缩，我又看向小五，还有你小兔子。小五浑一股寒意从脊背升起，他低下头不敢与我对视。我呵呵一笑，没有继续往下说，带着朱竹清离去。这时宁荣荣从人群中跳了出来，我也要跟你一起走。我笑着停下脚步看着他，七宝琉璃宗的小公主跟着自己走，以后杀上七宝琉璃宗可以先拿她祭旗。行，我点了点头。宁荣荣开心地笑了起来，看也不看众人跟了上去。朱竹清心里有些不是滋味，但也没说什么。奥斯卡感觉天都塌了，他喜欢的女孩跟着一个认识不到一天的男人走了。唐三捂着自己肿胀的脸颊，眼中满是怨怼。小五脸上写满了忧愁，心中隐隐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而弗兰德和赵无极也反应过来，赵无极低声问追不追，弗兰德摇了摇头说算了，他不敢追。刚才那一拳已经让他清楚地认识到了差距。很快我们三人抵达星斗镇，我找了家酒店要了3间房。接下来的几天我一直待在房间打磨精神力，吸收10万年魂环需要精神力达标。第6天清晨我缓缓睁开双眼，精神力已经达到封号斗罗级别，展开精神力，无形的精神力覆盖整个星斗镇，所有人的一举一动都清晰呈现在脑海中。然后我笑了。星斗镇东边一家物资铺子前，唐三一行人正在采购，小瘪三可算是来了。我嘴角上扬。2个小时半后，史莱克众人已经进入星斗大森林。我叫上朱竹清，准备2人出发，但一旁的宁荣荣吵着非要跟上。我毫不客气直言她只会拖后腿。没等大小姐发作，我一把抓住朱竹清，瞬间消失，只留下宁荣荣在原地无能狂怒。进入星斗大森林后，我的精神力死死锁定着唐三和小五，如同散步般闲逛，不急不缓。我甚至还有心情抓只兔子当场烧烤。就在我们坐在溪边休整时，一条水桶粗的千年凤尾机关蛇猛然窜出，我果断出手一拳，精准砸中巨蛇7寸，巨蛇瞬间软绵绵的瘫倒在地。紧接着树林里冲出蛇婆和孙女孟依然，蛇婆面色不善，立刻声明这是他们追捕的猎物。孟依然见我英俊绝伦，语气瞬间变得娇羞柔和，表示自己当前非常需要这枚魂环。我毫不在意，大方地示意他直接过来击杀。区千年魂环对我来说毫无用处，倒不如顺水推舟白送一个人情。我深知未来要想阻止比比东捣乱大陆，趁机拉拢龙宫蛇婆绝对稳赚不赔。我百无聊赖地看着吸收魂环的孟依然，不远处的蛇婆按捺不住上前试探起我的底细。我没有隐瞒，说出武魂殿。蛇婆心中一紧，悄悄释放魂力探查。下一秒她彻底惊呆了，眼前这个10几岁的少年竟然是50级魂王。武魂殿什么时候出了这种妖孽天才？就在这时，龙宫从树林中走了出来。蛇婆简单将刚才的事说了一遍，龙宫向我拱手道谢。我摆手示意，根本没把这事放在心上。我目光扫过2人，直接切入正题，邀请他们带着家族加入武魂殿。龙宫借口受不得约束，当场婉拒。我心里门清，这2人分明是忌惮比比东的心狠手辣。我神色平静地抛下一颗重磅炸弹，如果比比东不再是教皇了呢？这句话如惊雷般在2人耳边炸响。龙宫和蛇婆瞬间愣在原地，满眼不可置信。我点到为止，不再多劝，直接带朱竹清离去，留下老2口看着我远去的背影，暗自心惊。这小子天赋绝顶，若我未来真能把比比东赶下台，自己上位，那这份招揽还真让人无法拒绝。次日清晨，我精神力全开，覆盖4周，史莱克众人的行踪尽收眼底。奥斯卡退而求其次吸收了金角响尾蛇魂环，唐三也顺利突破30级。我嘴角微扬，看来无论自己如何干预，剧情总会自我修复。小五今天就会被2名带走，唐三也会遇到人面魔蛛。此时奥斯卡正在展示新魂技，引来众人惊叹。玉小刚趁机挺起胸膛，开始卖弄理论。看见了吧，奥斯卡这算是不错的魂技。当时我刚到史莱克，你们还不相信我的理论，现在怎么说？唐三露出崇拜的表情。我早就说过，老师理论知识无人能敌，大家尽管放心，未来获取魂环的时候听听老师的建议，绝对没坏处。玉小刚注意到其他人的情绪都不高，知道是因为前几天的事，他清了清嗓子。我知道前几天有个叫杨戬的小子干了一些事情，导致你们心里堵得慌。玉小刚话锋一转，语气笃定，但是只要经过我的指导，你们未来肯定能超过杨戬，报仇并不是难事。唐三满眼崇拜，对此深信不疑。然而这时一只10米高的泰坦巨猿轰然降临，恐怖的威压让史莱克众人当场动弹不得。巨猿目标明确，伸手抓起小五，转身就跑。唐三发疯般在后方追赶，却无济于事。蓝银草在巨猿面前无比脆弱，轻轻一碰就断了。玉小刚赶了过来安慰唐三，先别急，泰坦巨猿如果想伤害小五，早就动手了。抓走小五不一定是要伤害他，我们先冷静下来，从长计议。唐三却根本不听，失魂落魄的往前在林中乱窜，跟原剧情一样拼死击杀了一头人面魔蛛。他瘫坐在地，刚准备吸收掉落的紫色魂环，一道戏谑的声音瞬间让他如坠冰窟。小瘪三别来无恙啊！我带着朱竹清如看戏般缓缓走出。唐三满脸惊怒，刚想开口质问，我根本懒得废话，抬腿就是狠狠一脚，直接将唐三踹得肋骨尽断，狂吐鲜血。随后我看都不看地上的死狗，径直走到魔蛛尸体前，徒手一顿摸索，一块散发着红光的外附魂骨被我轻松掏出。我把玩着8蛛毛，故意挑衅地看向唐三，哎呀，你的运气还挺好，外附魂骨珍惜程度仅次于10万年魂环和魂骨。可唐三却只能趴在地上无能狂怒。我没有搭理他，随手将8蛛毛丢给朱竹清，回去抽空吸收了。朱竹清捧着魂骨彻底愣在原地，眼眶泛红，感动的声音都在发颤，谢谢。
谢谢你。看着我那霸道从容的背影，他内心彻底沦陷，暗暗发誓离开森林后必将自己完全献给这个人。我看向半空中悬浮的紫色魂环，既然抢了魂骨，那魂环干脆也毁个干净。我右手一翻，3尖2刃刀出现在掌中，手中神兵猛然挥出一道凌厉刀气，紫色魂环瞬间破碎消散在空气中。唐三眼睁睁看着契合自己的魂环化为乌有，气急攻心之下猛地喷出一大口鲜血。我颇为满意的看着自己的杰作，玩味的抛出一句话直戳唐三心窝：你想知道小五被抓去哪了吗？唐三猛地抬起头，眼中闪过一丝希冀的光芒。小五在哪？快告诉我！我却发出一阵戏谑的狂笑，转身离去。放心，你以后肯定还能见到他，但具体他会变成什么样，我可不敢保证。哈哈哈哈！站住！你给我站住！我的小五啊！唐三在绝望与不甘中彻底昏死过去，而小五正气鼓鼓地训斥泰坦巨猿2名：你知不知道你刚才做了什么？那些都是我的同学和老师，你突然出现把我抓走，他们会怎么想？2名像一个做错事的孩子低下头。小五姐，我只是太想你了。旁边的天青牛蟒大明也柔声安抚。小五无奈地摇了摇头，他知道大明和2名是出于好意，但这种方式实在太粗暴了。三哥现在肯定急坏了。不过小五深知自己身份特殊，不能在人类面前穿帮，当即决定在此地自行凝聚第3魂环。大明2名紧随左右为其护法。而也就在这时，我悄无声息现身生命之湖，看着正要凝聚魂环的小五，玩味一笑：小兔子，真巧啊！小五察觉动静，猛地睁开双眼，见到我满脸惊恐，下意识站起身，但还没等他做出反应，我的身影瞬间原地消失，快到肉眼根本无法捕捉。下一秒，我直接闪现到小五面前，单手如闪电般探出，死死掐住他的脖子，将他凌空提起。小五双脚离地拼命挣扎，双手死命掰着我的手指，却根本无法撼动分毫。眼看小五受制，潜伏在旁的大明2名猛然暴起，冲着我发出震天怒吼，让我放人。我连看都不看他们一眼，直接冷酷地收紧了五指。小五瞬间憋得脸色发紫，再敢动一下我就捏断他的脖子。大明2名瞬间僵在原地，双眼通红，却半步都不敢挪动。我目光平静地看向他俩，提出了交易条件，想要他活命也可以。天青牛蟒，你现在把泰坦巨猿打个半死，我就饶这只小兔子一命。听到这种要求，大明满脸不可置信。不可能！可恶的人类，你休想！脾气暴躁的2名更是作势要扑上来。我没有任何废话，指尖再次爆发出恐怖的力量。小五发出一阵微弱的闷哼，双眼直接向上翻白，濒临窒息。住手！你放了小五姐！大明的声音急促而慌乱。你想要10万年魂环？我知道哪里有，我可以亲自出手帮你猎取。2名也停住了脚步，连忙开口：我的族人之中还有几只9万多年了，你可以杀了他们吸收魂环，我绝不阻拦。我嗤笑一声，你们还真是感情深厚，但别忘了我刚才说的话，我的目标从来都是10万年的泰坦巨猿。看着随时都会断气的小五，2名彻底被逼到了崩溃的边缘。他嘶吼着恳求大明对自己下死手，可大明浑身发抖，怎么也下不去手。我面无表情地开始了死亡倒数。3，小五的喉咙里持续发出微弱的呜咽声。2名怒吼一声，直接挥起无比粗壮的双拳，发疯般朝着自己的胸膛猛烈狂砸。沉闷的捕猎声响彻整片森林。2名硬生生把自己锤得疯狂吐血，直到胸骨塌陷，轰然倒在一片血泊中。他用尽最后一口气，祈求我放人。可我看着奄奄一息的2名，却笑了：你这畜生倒是果断，但很遗憾，你的伤势并不是天青牛蟒造成的，没有按照我的要求去做。大明2名瞬间目眦欲裂，陷入绝望。我连看都懒得看他们的无能狂梦，左手一挥，直接召唤出哮天犬。哮天犬仰天长啸，瞬间化作数10米高，张开血盆大口，将重伤的2名死死咬住，拎到半空。恐怖的威压瞬间将大明死死定在原地。大明惊恐地发觉哮天犬的实力强到让他都感到心悸。我看向大明，放心，我不会杀这2个家伙，你就老实待在这里，不然后果你承受不了。随后便继续掐着小五的脖子，转身大步离去。我故意留下大明的命，根本不是大发慈悲，纯粹是为了把高级魂兽留作日后的备用资源，同时故意制造出小五和2名还能活命的假象，就不至于傻到陷阱。此乃一举3得，既控制住了小五，又收获的第5魂环，还无形中截胡了唐三的机缘。为了避开不必要的麻烦，我直接撤回森林外围。刚到哮天犬，就把2名重重砸在地上。我也像丢垃圾一样把小五随手甩开。小五满脸涕泪，绝望地哭喊着求我不要杀2名，有什么事冲我来。但我没理他，我直接命令哮天犬把他钉死。随后我走向血泊中的2名，此刻2名连动根手指的力气都没有，只能死死瞪着我嘶吼：卑鄙的人类，有本事等我伤好了单挑。然而我没有废话，右手一翻，3尖2刃刀出现在手中，对准2名的脑袋毫不留情的一刀贯穿。2名发出一声惨烈哀嚎，身躯疯狂抽搐，片刻后便彻底死绝，瘫成了一座肉山，只有那双巨大的眼睛还死死睁着，透着无尽的不甘。随后一枚猩红色的魂环从2名的尸体上缓缓升起，散发着令人心悸的光芒。10万年魂环！小五痛苦的尖叫着想要扑过去，但却被哮天犬一爪子死死按在泥地里，动弹不得。而我根本没理会小五的崩溃大哭，我蹲下身在2名的血肉中徒手翻找，很快便硬生生挖出泰坦巨猿左臂骨。如果不出意外，这块魂骨应该会赋予自己与重力相关的技能，正好适合我。我将其贴身收好，随后直接盘腿坐下吸收魂环。狂暴的能量瞬间如海啸般倒灌进我的身体，疯狂锤炼着我的每一寸经脉与血肉。不知过了多久，我猛地睁开双眼，4黑1红的恐怖光环瞬间环绕周身。这种变态配置放眼整个大陆都找不出第2个。我的3尖2刃刀重量更是直接暴涨到8万斤，而且还额外觉醒了2个增幅神技，并且都是力量、攻击、防御的强化，没有半点停歇。我取出
出泰坦巨猿左臂骨开始吸收，因为魂环和魂骨同根同源，我的魂力再次暴涨到了55级。两个魂骨技的名称也出现在我的脑海中：泰坦苍穹破、重力泥沼。果然跟原著一样，重力泥沼可以在指定范围内自由调控重力强度。凭借这副强悍肉身和恐怖的重力控制，我感觉自己就算不依靠哮天犬，都能与陈星、古荣、唐昊这些人正面抗衡。我满意的站起身，正准备活动筋骨，左手掌心却突然传来一阵异样的温热。他下意识转头看向一旁镇压小舞的哮天犬，眼前的画面让我都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哮天犬的脚下赫然浮现出5枚猩红色的魂环，随着我实力的突破，哮天犬也迎来了史诗级进化。它不仅自动凝聚出第5枚10万年魂环，连带着前4枚魂环也全部打破极限，跨入10万年级别。看着这不可思议的超级大飞跃，我嘴角抑制不住的疯狂上扬。现在连我自己都不敢想象哮天犬究竟有多强。朱竹清直接看傻了眼，原以为我的配置不过是寻常水准，谁知竟是4黑1红的绝世配置。再看哮天犬脚下凭空冒出的5枚10万年魂环，这离谱的画面彻底颠覆了他对双生武魂的认知。震撼之余，他更加坚定了跟着我的决心，期盼着以后他也能这么厉害。而此时小舞正趴在血泊中，对着2名的尸骸痛哭流涕。二名，我满眼嫌恶的皱了皱眉，威胁小兔子不要再哭了，不然那头天青牛蟒必死无疑。唐三也一样，我就回去把天青牛蟒也一并宰了。你应该不想他们2个出事吧？晚上我们3人悄然重返星斗小镇，我让朱竹清去将宁荣荣带过来。夜风中只剩下我与低头站立的小舞，我百无聊赖的打了个哈欠，瞥了一眼身旁低着头不说话的小舞，忽然开口：其实很久以前我就在怀疑斗罗大陆是不是爱神的陨落之地，不管是人类还是你们这种勉强算是人类的畜生，只要是女性爱上男性就会变得没脑子。小舞明白这是在骂他，但却连半个字都不敢反驳，只能死死咬住嘴唇，咽下这屈辱。没过多久，朱竹清便带着宁荣荣悄然赶来。当看到本该在森林里的小舞竟也成了阶下囚，宁荣荣震惊的双眼圆睁，心中更是泛起一阵诡异的波澜。朱竹清和小舞全都跑到我身边了，这处境让他心中莫名生出了一丝危机感。1个月后，我们4人终于抵达了诺丁城，可刚在酒店落脚，我便毫不客气地将宁荣荣一个人丢在房间里，带着另外2人转身就走。这种把宁荣荣当成空气般的态度，气得宁荣荣在原地直跺脚，但这种的冷落反而彻底激起了他那变态圣父。我就不相信一直跟着你，你始终无动于衷。而我带着2人直奔圣魂村后山，凭借强大的精神力，瞬间锁定了存放蓝银皇右腿骨的山洞。我冷冷扫了小舞一眼，你们就在外面待着，敢跑你就死定了。小舞吓得脸色惨白，连连点头。我嘴角上扬，转身走进山洞，走了没几步，就看见石壁缝隙里长着一株泛着金光的蓝银草，正是当年献祭后留下的残魂。我直接将精神力刺入地下，扒开潮湿的泥土，一个古朴的木盒赫然出现，掀开盒盖，一块通体湛蓝的极品腿部魂骨散发着柔和的光晕。我嘴角勾起一抹满意的弧度，当即盘膝而坐吸收，耀眼的蓝光瞬间将我的身躯完全吞噬，磅礴的能量顺着经脉疯狂倒灌进4肢百骸，体内原本平静的魂力开始剧烈沸腾，一路势如破竹，连破2级，直接冲到了57级的境界。同时2项技能信息涌入脑海：春风吹又生、断肢重生的治愈力，以及凌空飞行。不过治愈对我强悍的肉体来说纯属多余，但飞行却让我真正具备了强者的姿态。我缓缓站起身，心念微动，双脚稳稳脱离地面，悬浮在半空。下一秒，我整个人如同离弦之箭般冲破黑暗，剧烈的破空声在山洞外轰然炸响。等候的2女闻声猛地抬头，瞬间被半空中的景象惊得瞪大了双眼。我长发飞扬，傲立于苍穹之上，俯视着脚下的山川巨石，这种掌控天空的极致快感让我十分受用。朱竹清绝美的脸上写满了不可置信，大脑彻底陷入一片空白。凌空飞行那是绝顶强者才有的标志。小舞更是惊得倒吸一口凉气，他活了上万年，见过无数顶尖高手，却从未见过哪个魂王能够如此轻易的御空而行。他仰望着天空中那道宛若神明般的身影，心中所有的反抗念头彻底粉碎。我彻底掌控飞行后，稳稳落地，转身大步跨回阴暗的洞穴，毫不犹豫地将那株泛着金光的蓝银草连根拔起。哪怕残魂剧烈挣扎，我也没有丝毫心软，提着这株战利品，我抬头看向虚空。月叔叔，很快月冠从树梢上落下，无声无息。我将手中的蓝银皇递了过去，这是蓝银皇，麻烦月叔叔帮忙带回去种好，顺便替我隐瞒这1个月的行踪，还有就是不要去找燕的麻烦，我会亲自动手。月冠陷入沉思，换成以前他不可能答应这种事，毕竟隐瞒教皇可是死罪，但如今见识到了我的厉害，或许武魂殿的未来不该交到比比东手里。月冠最终点了点头，便瞬间消失在原地。而我并没有向朱竹清解释，而是一边走一边在心中盘算着下一站去冰火2夜，只要拿下那里的极品仙草，突破60级易如反掌。前往落日森林的途中，我顺手推演了一番功法，我将8九玄功阉割提纯，剔除多余法术，只保留肉身淬炼，提升力量，加速恢复。随后将这2九玄功丢给朱竹清，他看着手中的功法修炼路线精妙绝伦，闻所未闻。朱竹清激动的眼眶泛红，死心塌地发誓效忠。半个月后，我们4人抵达落日森林外围小镇，我如法炮制，再次把宁荣荣无情的丢在镇上，带着2人进入了落日森林。我释放出精神力，穿透重重迷雾，锁定了毒瘴弥漫的冰火2夜。就在此时，一头万年魂兽突然从树冠猛扑而下，朝着我咬来。我连看都懒得看，反手就是狂暴一拳，瞬间将万年魂兽轰飞出去，砸碎数棵古树。尸体落地时，连一块完整的骨头都没留下。紧接着又是一头速度快如闪电的万年暗影爆发起致命偷袭，朱竹清连残影都没看清，就被我一巴掌隔空拍成了一滩烂肉。一块散发着黑芒的万年左腿骨从血水里掉落出来。
我像丢垃圾一样随手扔给朱竹清，找个时间把这东西吸了。朱竹清捧着魂骨呆立在原地，这已经是我赏赐给他的第2块极品魂骨了，加上那套霸道无比的功法，短短10几天，他的实力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眼眶泛红，痴痴地望着我的背影，要不是碍于小五在场，他恨不得当场现身。我察觉到他拉丝的眼神，嘴角微微上扬，用点破烂就能让未来的神奇死心塌地卖命，这笔买卖稳赚不赔。很快，我们3人来到一片浓郁的惨绿色毒瘴前，周围遍地都是被腐蚀成白骨的魂兽残骸。我拥有护体神功，自然不惧这些剧毒，但朱竹清和小五就不行了，他们恐怕一进去就会化为脓水。你们在外面等着。我眼神中带着警告看了一眼小五，小五怕死了，连连点头。我不会跑的。毒瘴中我闲庭信步，绿色的雾气附着在我的皮肤上，试图侵蚀我的身体，但刚一接触就被8、9玄功的护体气劲弹开。很快我到了冰火两仪眼，全眼周围长满了外界难得一见的极品仙草。就在我准备靠近时，一道凌厉的杀机猛地从背后袭来，敢闯老夫的地盘找死！伴随着阴冷的声音，一道剧毒光束直奔我后心。然而我连头都没回，随手一挥就将毒光当场打爆。我转过身看向从暗处走出的绿发老者，原来堂堂毒斗罗居然只会像老鼠一样搞偷袭吗？毒布伯瞳孔骤缩，死死盯着我。这小子明明只有10几岁，却能随手接下自己的攻击，绝世天才。外加发现了这片仙草宝地的秘密，毒布伯眼中杀机暴涨，此子绝不可留。他毫不犹豫地发动第4魂技碧鳞灰毒，极其狂暴的碧绿色毒雾瞬间将我彻底吞噬。这种剧毒足以在几秒内将低阶魂斗罗化为血水。毒布伯嘴角勾起一抹残忍的弧度，准备去收尸，可下一秒，就这点手段也敢拿出来丢人现眼？我毫发无损地站在毒瘴中心，甚至惬意地拍了拍身上的灰尘。看着眼前这诡异的一幕，毒布伯的世界观彻底崩塌了。这个少年不过魂王，竟然一点事也没有。毒布伯不信邪，毒布伯彻底急眼了。第7魂技武魂真身瞬间化作一条几10米长的墨绿色毒蛇，紧接着他的额头亮起一道光芒，魂骨技能美杜莎的凝望，双眼爆射出诡异的辉光。我的身体瞬间被辉光吞没，眨眼间就变成了一尊冰冷的石像。毒布伯见状，立刻使出致命一击，第9魂技碧鳞神光，一道墨绿色的光柱从喉咙深处喷涌而出，朝着石化的杨戬射去。巨大的爆炸瞬间掀起漫天狂沙，毒布伯满以为这下绝对能把我轰成渣，可当烟尘散去，他脸上的笑容却彻底僵住。我不仅稳稳地站在原地，甚至身上的石化外壳寸寸碎裂，露出一层耀眼的淡金色光芒。你这攻击力也太低了！看到这一幕，独孤博被吓得连连后退，他怎么也想不通自己竟然连破防都做不到。该我了！我掌心翻出3剑2刃刀，下一秒我直接消失在原地。独孤博根本看不清我的动作，他只看见一道残影掠过，然后我就出现在了他面前，一刀劈下，墨绿色毒蛇当场轰然碎裂，武魂真身被破。独孤博的本体暴露在刀锋之下，他下意识举起双手抵挡，只听见血肉断裂的闷响，他整个人被劈成了2半。干净利落解决完敌人后，我蹲下身在尸体上摸索起来，很快就掏出一块美杜莎头部魂骨。胡列娜的妖狐武魂也是精神系，这块魂骨正适合他。面对满园的极品仙草，我迅速掏出玉质短刀，不懂采摘之法的我索性只挑认识的下手，剩下的就留在这里，到时候带月光过来采摘了几株仙草，我毫不犹豫地丢进嘴里当场炼化，精纯的药力瞬间化作暖流游走全身。只听体内传来一阵闷响，我的实力直接冲破60级大关。搞定完仙草，我看向冰火两仪眼，猛然想起水底还藏着天大的机缘，下一秒我直接一跃而下，我闭着气迅速朝着泉底游去。泉底的景象让我微微失神，2具巨大无比的巨龙骸骨正静静趴在水底，一具赤红如火，一具冰蓝如镜，哪怕死了无数年，依旧散发着令人胆寒的威压。我毫不畏惧的大步走上前，一掌直接按在冰龙的骨架上，感受到我体内深不可测的恐怖实力。残存的冰龙之魂直接选择了臣服与馈赠，极致的冰寒之力疯狂涌入我的右腿，我反手又摸向火龙的骨架，狂暴炽热的能量瞬间灌满我的左臂骨，极致的冰与火在我体内达成完美的阴阳平衡，2个魂骨技的效果都因此得到了提升，而被榨干能量的2具骸骨也在此刻彻底暗淡下去，变成了2块废石头。而我直接纵身一跃跳出冰火两仪眼，随后我神形一闪飞出毒瘴里，直接扔给在外面苦等的朱竹清一株仙草，水仙玉鸡骨，这是好东西，你把它吸收了。这时旁边的10万年魂兽小五直接看傻了眼，他怎么也想不到这种能让人脱胎换骨的宝，我居然眼都不眨就送了人。半个时辰后，朱竹清满脸狂喜的睁开眼，这株仙草直接让他的魂力大幅度提升了，他红着眼眶激动的向我连连道谢，先是魂骨，后是功法，现在又给了他如此珍贵的仙草，这样的大恩他真不知道该怎么报答。我却面无表情的摆了摆手，走去拿你的第3魂环。我展开精神力瞬间锁定目标，带着2人直奔一头3000年的幽影猫。幽影猫刚察觉到危险准备逃跑，我就隔空一拳把它直接轰成了奄奄一息。我转头看向朱竹清，杀了他，吸收魂环。看着这头远超自身承受极限的1000年魂兽，朱竹清吓得有些发抖，生怕自己会爆体而亡。我却不容置疑的盯着他，你修炼了29玄功，身体强度早已堪比魂宗，完全没问题。出于对我的绝对信任，朱竹清一刀送魂兽归西，随后立刻坐下吸收魂环。等朱竹清成功越级突破35级，我甚至没有问他获得了什么魂技，当即带着他们返回小镇酒店。我来到前台直接敲了敲桌子，2间房。听到这话，朱竹清瞬间心跳加速，2间房3个人，难道杨戬要跟自己住一间？可还没等他脸红，然而我却直接把钥匙塞进他手里，你跟兔子住一间，给我盯死他！
看着我毫无波澜的眼神，朱竹清的嘴角当场垮了下来。好的，第二天下午，当我跟他们三人宣布要启程前往武魂殿时，宁荣荣瞬间变了脸色。作为七宝琉璃宗的小公主，她打死也不去敌对势力。她转身就要走，但却被我一把捏住了肩膀。呵呵，原来七宝琉璃宗的小公主这点胆量都没有。被我这么一激，宁荣荣的好胜心被激了起来。谁说我怕了？我怎么可能会怕？那现在一起走吧。可还没等她出声反悔，我直接左右手分别搂住朱竹清和小舞，然后用双腿死死夹住宁荣荣，腾空而起，魂骨技能瞬间带着我们冲上云霄。双脚完全悬空的宁荣荣被吓得花容失色，她死死抱着我的小腿，大喊着要砸10万金币跟朱竹清换位置。窝在怀里的朱竹清闻言顿时急了，赶紧死死搂住我的腰，摆出可怜巴巴的样子。然而我却低头瞥了一眼宁荣荣，我好像从来没说过你想跟他们换位置，我就会答应。宁荣荣的脸涨得通红，气得扯着嗓子大喊：你混蛋！我不去武魂殿，赶快送我回去，不然见爷爷和古爷爷不会放过你的。他们可是封号斗罗。听到这话，我只觉得无比可笑。那两个老家伙早就被我打得一死一残了，但这件事暂时还是别让宁荣荣知道为好，不然会丧失许多乐趣。于是我直接朝着武魂殿的方向全速狂飙。这次回去先把仙草送给月关和胡列娜，更要亲手宰了那个叛徒夜。